他对女儿不管不问，却得到了所有人的称赞；而另一个父亲把女儿照顾得无微不至，但却被所有人指责谩骂。口口声声说爱我，却总想骗我压岁钱，你真是我亲爹吗？节目马上开播，我这机器也马上开了。第一印象很重要，你抓紧把娃哄好。就在秦轩感觉头痛欲裂时，原主的记忆一股脑地涌入了秦轩的身体。我竟然穿越了。摆烂带娃系统已绑定，通过特殊的带娃态度对周围人产生影响，收获情绪值，可利用情绪值进行抽奖。当前情绪值为1点。这系统正合我意，上一世背负着父母的不易、老师的期望，以后的前途一直在卷，现在有了系统辅助，不仅自己不用去卷，我这个白捡的大闺女也不用卷了。心下对系统很是满意，可耳边传来的哭声却是越来越大。求，我知道你想哭，但是你能不能先别哭？认真的询问了一句，秦轩耳边的哭声不但没小，反而又飙升了一个档次。你还哭是吧？好，我陪你，谁先停下谁小狗。与此同时，魔都电视总台父爱如山节目组演播厅，随着导演一声令下，节目正式开播。主持人小尼站在台上介绍了节目规则。育儿带娃是每个家庭都要面对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分别走进3位不同年龄段家长带娃的生活里，每位观众每天都有一次投票权，且节目结束，票数最高的家庭会获得节目组的长期合作邀请和500万的育儿基金。下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出发吧。镜头随之变动，直播画面瞬间切换，画面里出现了一个男人的背影。80后爸爸记者围裙，在厨房里来回的忙碌着，且目之所及，不管是厨房还是客厅，完全可以用一尘不染、闪闪发光来形容。太假了吧，男人会做饭我忍了，家里怎么可能收拾得这么干净？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他知道今天上节目，提前找了家政打扫？呵，你们做不到，别人就做不到吗？不管真假，这个爸爸一出场，我就感受到了他对女儿浓浓的爱。今天的票我必定给他。随着弹幕越发热闹，直播画面也再次转动，只见90后爸爸窝在沙发里，睡得无比香甜。这是还没气。家人们谁懂啊？老师们绝对想不到，迟到的孩子虽然不同了，但是睡懒觉的人却是同一波。接着画面再次一闪，00后爸爸秦轩就出现在了直播画面中，只是秦轩的正脸还没出现，他底气十足的哭声就响彻了整个直播间。啥情况？这个爸爸咋了？不知道啊，不过好像他女儿也在哭，但是没他哭的响。无敌了，谁家爹哭的比娃还响啊？秦轩的出场方式无疑是3个爸爸中最炸裂的，不过相比弹幕上的欢乐，演播厅里的气氛明显不对，尤其是年纪最大的那位育儿专家李静，更是气得一拍桌子，开始了批评。这个00后爸爸太胡闹了，孩子哭了不去哄，反而是去刺激孩子的情绪。是呀，他怎么舍得让孩子哭呢？不说情绪，哭多了对孩子的身体也不好啊，这个爸爸太不合格了。不仅育儿专家，就连演播厅里的100位奶爸奶妈观察团里，也有不少人觉得秦轩太过胡闹了。倒是主持人小尼，虽然心里稍微对董晨的做法感到疑惑，但也没有急于下什么结论。好，3位爸爸我们都认识了，下面请各位观众根据你们的第一印象，选择目前自己心中最喜欢的奶爸。话音落下，3个奶爸原本同在一条水平线上的排名头像立刻变化了起来，且3人的票数相差极大。也在这时，正在跟女儿飙高音的秦轩脑海里忽然响起提示：宿主摆烂带娃，引起了周围人的情绪反应，收获情绪值533点，当前持有情绪值共534点。温馨提示：最低级的抽奖需要消耗12万点情绪值。爸爸你别哭了，这还上电视呢，你不嫌丢人，我还嫌尴尬呢。我认输，我服了。在秦轩的坚持不懈下，球认怂了，小丫头自己抹了抹眼泪，主动凑近了秦轩。秦轩当然也不墨迹，立刻就收了神通，整个房间顿时安静下来，鸡飞狗跳秒变岁月静好。是我眼睛花了吗？娃竟然去哄爸爸了？幻觉，绝对是幻觉！5岁的娃去哄20几岁的爹，这绝对不可能。见到这一幕，直播间的观众顿时眼前一亮，这边弹幕横飞，演播大厅那里也统计出了3位爸爸的票数。80后爸爸张健毫无疑问位居榜首，目前得票高达7万。90后爸爸陈峰位居第2，得票3500，且那位爸爸目前还在睡觉，丝毫没有要醒来的意思。最后秦轩得票330，还没有80后爸爸张健票数的零头多。好，从第一印象来看，大家似乎喜欢80后爸爸张健更多一些。那下面我们就正式走进他们的生活。萌萌，起床的时间到了，起床了。爸爸，老师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萌萌想自己穿衣服。不行，时间爸爸都给你安排好了，你自己穿衣服会不会不舒服？会不会伤到自己不说，耽误了时间，上学可就迟到了。
张健果断拒绝，帮萌萌穿好衣服，便又拉着萌萌去刷牙洗脸。萌萌只需要乖乖站好，按照张健的指令乖乖配合，其他的张健全部代劳。直到萌萌被拉着坐在了餐桌前，话中话里演播大厅中的育儿专家已经开口了：提前给孩子做早餐，准备好要穿的衣服，还给孩子规划好了时间。萌萌爸爸的带娃方式非常的不错。作为一个女人，我承认我没有萌萌爸爸做得好，他真的太心细体贴了。我怎么看着萌萌不太高兴的样子嘞？小孩子有起床气呗。张健得到的几乎清一色的都是赞许，也注定了他今天肯定会得到更多的支持票。而隔壁90后爸爸也终于醒了过来，不过他是被女儿陈子涵叫醒的。爸爸，别睡了，我要迟到了。我去，涵涵，对不起啊，爸爸昨天打油。不是，爸爸昨天加班太累了，睡过头了。哼，不解释还好，这一解释直接露馅了。接下来父女俩就是一阵的忙活，争取少迟到一会儿。看到这一幕，育儿专家李静又有话说：不给孩子做饭就算了，上学也不重视，这样的家长难道就对孩子的未来一点也不担心吗？是啊，听他那意思是昨晚打游戏打太久了，真是一点好榜样不给孩子做。由于3个家庭在直播间的弹幕是相通的，所以现在弹幕上不仅有赞美张健的，有质疑陈峰的，还有一些弹幕竟然是夸赞秦轩的。刚才用了秦轩的方法，我竟然也把我那个一哭就没头的不孝子给战败了。以前都要答应他好多条件才行，这次他竟然啥都不要了。摊牌了，我的孩子是熊孩子，似乎00后爸爸的带娃方式对我更有用，我今天这票投给他了。丁宿主摆烂带娃，引起周围人的情绪反应，收获情绪值1253点，当前持有情绪值共1787点。不错，距离抽奖又进一步，而且投票数也开始增加了，这边情绪值不断进账，那500万育儿基金自己也可以争取一下。怎么样，现在知道一直哭有多让人讨厌了吧？知道了，你厉害。哈哈，那是当然，不过你还想知道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爹吗？想。那你给我拿200块钱，我就告诉你。这个00后爸爸太过分了，家长是孩子的依靠，他这么做会消耗掉孩子对家长的信任。如果孩子连家长都不能信任，那么该有谁来给他指引以后的人生方向呢？越说越激动，李静的声音也被所有直播间的观众听到了，有人附和，也有人反对。这么说就夸张了吧？我倒是觉得这个00后爸爸没有专家说的这么不堪。喂，他是专家啊，你们跟专家较什么劲啊？忘了，对专家的发言，我们只要发对就好了。啊，对，你说的都对。满屏的啊对，无疑是给李静带来了不小的伤害。他脸色铁青，说话顿时都有了颤音。这是什么态度？你们是觉得我危言耸听吗？是觉得这个00后爸爸带娃的方式有多幽默好笑吗？李老师别激动，我们相信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照您说的，他的带娃方式若是不对，那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带出的娃不够优秀。时间还长，咱们往后看看。看吧，这个00后这样带娃，肯定会毁了那个孩子。想好了吗？真要给我？哈哈，我怎么会不是你亲爹呢？除了我这么帅的人能生出你这么好看的女儿，谁还有那么强大的基因啊？你球球原本还一脸期待的小表情，忽然被失望占据，下一秒小嘴一撇就要哭，不过眼泪在眼睛里转了几圈，并没有流下来。球哭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而且我一哭，老爸又跟着哭呢，怎么办？200块买个即兴，挺好的。而就在秦轩和球球斗智斗勇的时候，1号直播间里，萌萌用近乎祈求的语气对着爸爸恳求道：爸爸，我不想喝牛奶了。不行，牛奶必须要全部喝完。你知道有多少小朋友想喝牛奶都喝不上了，你怎么可以挑食呢？张健立刻拒绝了萌萌的恳求，并且亲手将牛奶端起来递给萌萌。萌萌眨眨眼，想说什么，可最后还是乖乖地捧着杯子喝了起来。可刚喝几口之后，萌萌的胃里就是一阵的翻腾，下一秒喝进去的牛奶就被萌萌吐了出来，手里的牛奶杯子也失手掉在地上，摔得粉碎。爸爸，对不起，我真的是喝不下了。没事，只不过我们要加快一点进程了。时间紧迫，张健并没有现在跟萌萌讲什么道理，他带着萌萌换了一身衣服，就驾车载着萌萌去了幼儿园。等到了路上，张健这才开始循循善诱起来，当然说的话都是萌萌已经听过无数遍的，什么要珍惜粮食，爸爸妈妈不容易，要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等等。虽然说萌萌没怎么听懂，但是每次在张健询问的时候，他也会点头附和。你们发现没有，这个萌萌从出场到现在都没笑过。没笑怎么了？3号直播间里的娃不但没笑，还哭了呢。因为第2集批判秦轩时，李静被弹幕气得够呛，现在竟然又有人质疑他最看好的一位爸爸，李静顿时像找到了宣泄口一样。我想李静老师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我想说的是，萌萌的身上少了一种生气，一种小孩子特有的生气。对，球球那边的确是哭过，但是那种氛围是不一样的。我说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坦白些，我在萌萌爸爸身上只看到命令，他只在乎他想要萌萌做什么，而完全忽视了萌萌想要做什么。语气虽然温和，但却不容置疑。哼，就算是孩子现在不开心有压力，也比长大以后到了社会上不开心有压力的好。这不是什么辩论会，也没有人故意要和李静争论什么，但是无疑他的情绪过于激动，以至于主持人小倪害怕现场失控，赶紧接过话茬。李老师知道您重视育儿，重视带娃，但还是那句话，咱们慢慢看，慢慢瞧。哼，好了，我们还是继续关注3个家庭的实况吧。萌萌上课还有1个小时呢，你先读会古诗吧。说着，张健就拿出了一册古诗300首，带着萌萌读了起来。小小的身影坐得笔直，稚嫩的声音在清晨的教室里回荡。和张健父女这里不同的是，之前睡懒觉起晚的90后奶爸陈峰，现在才刚出家门。爸爸，你忘给我拿书包了。涵涵，你等会，我回去给你拿。最后秦轩这边，秦轩骑着小电驴直接带着球球去了早餐店。球球炫了一碗馄饨，又吃了2根黄金小油条。吃饱喝足后，秦轩也算是卡着时间将球球送到了学校。闺女拜拜，老爸拜拜。对了，老爸，放学了你可别忘了准时来接我，别又把我忘了。放心吧，闺女，学得进去就学，学不进去就多吃点饭，爸爸给交了伙食费的哦。哈哈哈，真给我笑晕了，这个00后爸爸真的太搞笑了。婷婷他多理直气壮啊，交了伙食费嘞，让闺女大胆的吃。丁宿主摆烂带娃，引起了周围人的情绪反应，收获情绪值17578点，当前持有情绪值共19365点。从直播开始到现在，也不过40分钟的时间，就收获了不到2万的情绪值了，不错不错。看看，就这种带娃方式，你们怎么会给他投支持票的？教育是立人之本，是立国之根本。他可好，不仅不重视娃娃的教育，还去劝说娃娃贪图眼前的享受，忽视教育。这种带娃方式，往小了说是在坑害娃的未来，往大了说就是在坑害整个龙国的将来。李静说着说着又激动了起来，不过这一次不等弹幕上有不同的意见出现，周路就站了起来。李静老师，教育的确是重要，但是我认为幼儿园的孩子吃饱饭玩得开心比学习更重要。就像是1号家庭张健让萌萌读古诗300首一样，那么小的孩子他能理解诗中含义吗？哼，那既然他都搞不懂那些古诗在讲什么，请问他读诗背诗的意义在哪里？难道只是为了让别人夸一句这个娃会的好多吗？可是这种夸奖是孩子想要的，还是父母想要的？周路的话自然也被3个直播间所有的观众听到，刹那间弹幕的数量直接翻了几倍。我同意李静老师的说法，不管什么时候，教育都是不容忽视的。我也支持李静老师，现在凄苦是为了以后不凄苦。人家周路老师没说不重视教育，只是说在孩子不同年龄要用不同的教育方式而已。对，我的孩子可以没出息，可以普普通通，我很平凡，我也接受我孩子的平凡。秦轩的一句学得进去就学，学不进去就吃，完全点燃了2种不同看法之间的互相看不顺眼。而就在评论区辩论不休时，秦轩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丁宿主摆烂带娃引起大规模情绪反应，收获情绪值10.9万，当前持有情绪值共12.8万。宿主当前持有情绪值可完成1次低级抽奖，请问是否进行抽奖？系统进行抽奖。丁恭喜宿主抽中神奇小摊美食记忆烤地瓜。从此瓜香不怕巷子深，还不错吧？这也算是有一技之长了，好歹是自己当老板，比打工受气强。时间一晃就到了下午，孩子放学，秦轩骑上小电驴，不紧不慢地赶往了幼儿园。等他到的时候，幼儿园的门口可以说已经是人满为患了，一个个爸爸妈妈都围在幼儿园门口，眼巴巴地等着自己的娃出现。而秦轩则是将小电驴停在了校门不远处，就坐在小电驴上刷起了手机。你不去校门口等着吗？慌什么？你就不想在孩子出现的第一时间就让孩子看到你吗？这样孩子就会觉得你很重视他呀。跟拍大哥给出了自己的理由，他的提问和理由也是目前秦轩直播间所有的观众心中的想法。我又不是快死了，晚一会儿就见不到最后一面了。娃早见我一会儿，晚见我一会儿，有那么重要吗？还有啊，大哥，你咋就知道你的孩子想要出来之后第一眼就看到你呢？不要高估自己在孩子心中的位置。秦轩的话却是让跟拍大哥一阵无语，不光是跟拍大哥，直播间的观众也被纷纷触动。这话咋听着这么扎心呢？我一直以为孩子会跟我想他一样想我的。我怎么感觉他说的挺对的，这种小事本来就不值得浪费心神的。弹幕又是一阵的议论。这时候幼儿园的大门已经打开了，老师控制着现场，
等娃和家长相认之后才放娃离开，这边秦轩则是一直等着校门口的人走了大半之后才走了过去。爸爸，怎么了球球？球球爸爸是这样的，球球和一个小朋友起了点小争执，不过我已经调解好了，他们也已经握手言和了。打架了？我没动手，是朱振辉要抢我的玩具，我不给他就推我。显然小丫头心里很是委屈，看见自家闺女这样，秦轩心底顿时一阵心疼。王老师，这就是你说的球球和别的小朋友起了争执，你调解好了吗？球球爸爸，你别激动，小孩子之间难免有冲突的，我们要做的是正确的引导孩子的情绪，教给他们正确处理矛盾的方法。你这不叫处理，你这是和稀泥。球球，你跟爸爸说说，老师是怎么处理的，别怕，实话实说，有老爸呢。说着，秦轩将球球揽在怀里，语气坚定。不过球球还没开口，老师就有点不悦了。球球爸爸，你这就没必要了吧，本身就是孩子们之间的小事，而且他们也都原谅了对方。小题大做，身为家长就不能给孩子做点好的表率吗？那难道就算是孩子受了欺负，家长也要叫孩子忍让？这是哪里逻辑？我支持秦轩，刚刚秦轩了一句有老爸嘞，我看到球球眼里的光亮了。我也支持秦轩，我跟孩子的老师说话的时候都是尽简好听的说，生怕得罪了老师，他可好，一点面子不给。我在问我的女儿，你插什么话？朱振辉抢我的玩具，我不给他就推了我一下，我摔倒了，就跟他理论，然后老师就来了，老师说小朋友之间要相互帮助谦让，就让我把玩具让给了朱振辉，然后老师就让我们握手言和了，可朱振辉并没有给我道歉。王老师，这就是你说的处理好了？王慧顿时语塞，说话终于是有些底气不足了。那个朱振辉是个男孩子，而且脾气顽劣，稍有不慎，他可能就会撒泼打滚的。而球球的性格就不那么强势，我也是怕那个朱振辉以后还会针对球球，所以你就让球球吃亏，挨了打还要让出玩具？我们家孩子老实，那就活该受欺负吗？一连串的质问让王慧有些哑口无言。他在这件事上也的确是没有做到绝对公平，甚至还有些敷衍。不过以前这种事情也没少发生，家长们就算是对老师的处理有些不满，也没有一个像秦轩这样直接挑明了说在他脸上的。王老师，既然你不能给我孩子一个公平，那我要求查看教室的监控，我会拿着监控去找园长，去找专门的教育部门。听到秦轩的话，王慧瞬间慌了，他看向秦轩，露出了一个讨好的笑容，说道：球球爸爸，这点小事不至于吧？对你来说是小事，但是对我来说，女儿就是我的天，女儿的事就是天大的事。球球，你就记住，以后不管发生什么，爸爸都会站在你身后，咱们不欺负人，可别人也别想欺负咱们，懂了吗？懂了。球球答应得很痛快，小脸上那委屈的神情也是一扫而光，他的大眼睛里秦轩的身影似乎在发光。好吧，我答应肯定会给球球和你一个满意的处理结果，这事儿就别再闹大了，好吗？球球，老师先给你道歉，对不起，然后老师让朱振辉明天也给你道歉，好吗？王慧还是妥协了，他看得出秦轩不是说说而已。行，那就等明天。球球跟老师再见。王老师再见。话落，秦轩带着球球离开，一大一小两个人骑着小电驴，逆着光渐行渐远。爸爸，怎么了闺女？爸爸谢谢你，你是球球的英雄。客气啥？等以后你别把老爸的氧气管就行了。就拔。对了，老爸，我们幼儿园明天要组织活动。活动的内容就是让家长带着孩子弄一个小摊位，让孩子做摊主。我们明天也参加吧。行啊，那我们明天摆摊卖烤红薯。好哎，大地瓜呀，小地瓜1块钱，我能买仨。哎呦，不错哦。看到这一幕，纵然是200多斤的跟拍大哥，也情不自禁地露出了姨母笑。至于直播间里的人，也已经被这一幕把心都融化了。球球也太可爱了，上一秒还在给老爸献吻，下一秒就要把老爸的氧气管。看到了吗？要是秦轩接受了老师的处理方式，那么现在的球球绝对还是闷闷不乐的。是啊，小丫头那时候的表情都写在脸上了，爸爸给做主了之后，一下就开心起来了。宿主摆烂带娃引起周围人的情绪反应，收获情绪值 18.9 万，当前持有情绪值共 19.7 万。随后秦轩回到家中便做起了晚饭，球球没有作业，回到家之后就抱着巨大的布偶娃娃看起了最喜欢的动画片。等他们父女俩吃饭的时候，跟拍大哥也在镜头之外抱着盒饭吃了起来。球球，你在放学之后不想第一时间看见爸爸来接你吗？这个提问一出，直播间里顿时有人笑喷。哈哈，跟拍大哥也太可爱了吧，竟然还没忘了这茬。期待球球的回答，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毕竟每次接孩子都往前挤，太累了。
我为什么要在放学之后想要第一眼就看到爸爸？他又不是快死了，我要急着见他最后一面。不愧是妇女呀，说的话都一模一样。这叫啥？这叫有其父必有其女。他在拍摄节目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人，那人每天都要做一桌丰盛的早餐，但从来不吃。球球，你吃饱了吗？吃饱了。老爸，你怎么不吃呀？先生您好，您的外卖到了，我马上就吃。说着，秦轩走过去打开门，从外卖员的手里接过了一个外卖袋子。爸爸，你拿的啥呀？麻辣香锅还有2个鸡腿堡，来，球球一起吃。可是我已经吃饱了。吃饱了也不要紧啊，再塞一点，大不了就像上次一样积食，肚子疼2天吐几次就好了。秦轩却说道。不过球球的小脑袋却是摇晃的跟拨浪鼓一样。不，我不吃了，积食太难受了。那是你自己不吃的，别到时候又说我背着你偷吃好吃的。老爸，你不是说小孩子要尽量少吃油腻辛辣的食物吗？对啊，但是我不是小孩啊。哼，这氧气管必须拔，孙悟空来了都拦不住。哈哈哈，这厮怕不是个老六转世吧？我刚才还感动他起那么早给娃做早餐呢，感情是要抓紧把娃喂饱，然后自己独享美食。哈哈，秦轩太损了，你这还不如背着孩子去偷吃，看把孩子给惨嘞。才开播不久，秦轩的支持票就已经来到了恐怖的20多万票，这不禁把演播厅里的李静看得眉头紧皱。育儿带娃那么严肃神圣的一件事，秦轩如此胡闹，怎么还会有那么多人支持他？这问题出在哪了呢？就在李静不解时，秦轩已经吃得心满意足，牵着球球的小手来到了楼下。不过球球的小脸上又已被小郁闷填满，小嘴嘟着。老爸，你能走快些吗？我上学老是迟到，以后别说考大学，就是考地瓜都考不上了。球球，这个你不用担心，今天老爸就让你考上地瓜。话音刚落，秦轩就跨上小3轮，带着球球朝学校而去。看到这一幕，跟拍大哥都懵了，他快走几步追上了秦轩。秦轩学校的活动是为了锻炼孩子的沟通能力、理财能力和情商。你确定要带着娃去烤地瓜？烤地瓜不是摆摊吗？卖烤地瓜不要跟人交流吗？卖烤地瓜不要收钱吗？还有那情商什么的，我想只要和人打交道，都可以锻炼到吧。所以我带女儿去摆烤地瓜摊，不行吗？秦轩的话让跟拍大哥无力反驳，直播间的观众也是纷纷没了话说。就这样，秦轩骑着小3轮，在直播间上百万人的关注下渐行渐远。球球，昨天我让你改进的广告语想好了吗？想好了。给用这个喇叭录下来，一会到学校的时候放。球球接过喇叭，随后一道奶声奶气的吆喝响了起来。爸爸妈妈，我要吃烤地瓜，吃大块滴，1块够不？够了，谢谢爸爸妈妈，你们真好。哎呦，不错哦。秦轩的小3轮这一路上可谓是格外的扎眼，甚至于有不少球球的同学在看见球球之后都热情的打起了招呼。球球，你今天这是要卖什么啊？烤地瓜，你呢？球球乖乖坐在小3轮上，声音却是异常的洪亮。那个小朋友坐在爸爸开着的敞篷跑车上，忍不住对着球球伸出了一个大拇指。你还会烤地瓜，真厉害！我今天卖裙子，妈妈说我的裙子太多了，就让我卖裙子了。幼儿园见啦，球球，我会去找你买地瓜的。跑车轰鸣走远，2个小朋友之间的交流也就此结束。不过此时弹幕上却是出现了一些声音。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球球看见坐跑车的同学完全没有一点羡慕的意思？我也想要问的，我女儿看见别的同学家的特斯拉都羡慕的不行，说什么我开剁椒鱼头丢他人了。你们这么一说，我还真发现球球好像一直都很大方自信。与此同时，在前往另一个幼儿园方向的90后爸爸陈峰正穿着一套青蛙玩偶服，带着女儿陈子涵走在大街上。面对周围人不断投来的嬉笑目光，陈子涵一张小脸都有些发烫了。涵涵，爸爸社恐，不想见人，到时候我只管生产青蛙宝宝，至于怎么卖我就不管了。老爸，你说你不敢当众拉屎我信，但你说你社恐，那纯粹是天方夜谭。爸爸，你快说到底什么原因啊？其实是爸爸的非主流初恋女友，今天也会陪着孩子摆摊，并且还跟你一个学校。这是直播，要是我在镜头前跟他有任何眼神交流的话，肯定会被你妈妈安排英年早逝的。听到老爸的话，陈子涵也只能任由老爸缩进了玩偶服里，至于外界那些各种审视好奇的目光，就只能由他那小小的身躯来承受了。再看80后爸爸张健这边，今天张健也依旧是第一个送娃到学校的家长。萌萌，等小小摊主活动结束之后，你一定要把收到的钱再都还给小朋友们，知道吗？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交到更多的好朋友了。知道了，爸爸。爸爸，你看那个位置有树荫，我们去树荫下摆摊吧，这样中午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热了。说完，萌萌就要走过去占位置，可小手却是被张健拉住。萌萌，
爸爸不是教过你孔融让梨的故事吗？我们到了中午会热，那其他的小朋友就不会热了吗？那把位置留给别人吧。虽然心里不情愿，但是萌萌最后还是放弃了去占位置的想法。虽然树荫下的摊位位置不止一个，萌萌却也一个都没去占。这一幕自然被老师看在眼里，忍不住走了过来，对着张健伸出一个大拇指。萌萌爸爸，教育孩子要谦让并没错，不过树荫位置那么多，你们又是第一个来的，占一个也无所谓的。不，既然要让孩子知道这个道理，就肯定是要做了才有意义的，不然光明白道理而不去做，那明白道理又有什么用呢？没想到您对孩子的教育这么严格，佩服。李老师说完，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萌萌后就离开了。而张健被夸得满脸都是笑，却丝毫没注意到萌萌脸上的失落，就带着萌萌走到了一个现在就已经被阳光照到且没有任何遮挡的地方。张健真是无时无刻都在关注孩子的教育呀，这种既有细节又有大局观的带娃方式，那个秦轩真比不了。不是吧？你管让自己家孩子吃亏叫谦让？这位专家，你是真搞笑啊！你到底懂不懂什么叫做谦让？这样的谦让我实在理解不了，我还是去3号直播间的秦轩那里看看吧。这边秦轩刚载着球球到幼儿园，球球的老师王慧就带着朱振辉来到了秦轩和球球的面前，并且身后还跟着2个很有夫妻相的男女。朱振辉，过来给球球道歉。王慧说了一声，朱振辉这才有些不情愿地走了过来，不过他也只是看着球球，小嘴撅着，脸上还有些不服气。不过没等王慧再次开口，朱振辉身后的男人就对着朱振辉的屁股来了一脚。臭小子，让你道歉你没听到吗？你还欺负女同学，我不是教育你学我做一个绅士的吗？球球对不起，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欺负你了。看得出朱振辉的确是个刺头，挨了一脚之后语气还是有点不服气，不过老师和人家家长的态度是有的，秦轩也就没再多说什么。不过他也没有着急开口替球球原谅，更没有着急对老师和朱振辉的家长说什么客气的话，他只是看着球球，静静地等着球球的回答。好吧，既然你都挨揍了，那我就原谅你吧。我今天卖烤地瓜，一会儿你过来找我，我免费送你1块。真的吗？我最喜欢吃烤地瓜了。朱振辉本来还有些郁闷，但是听见烤地瓜，一双小眼睛顿时金光四射起来，周围的大人们也都被吸引，纷纷好奇地围着秦轩的小3轮观察起来。这才是家长该做的事，在孩子遭到不公的时候站出来力挺孩子，而不是闲着没事还要给孩子找亏吃。族军还等什么？投票啊！弹幕横飞中，秦轩已经带着球球来到了操场。这时候操场上已经有不少的摊位被占。老爸，我喜欢那个位置，我们去那。好嘞！秦轩二话不说就骑着小3轮冲了过去。占据摊位后，他将提前洗好的几个地瓜放入了烤炉，就看向了球球。球球，你把剩下的地瓜都洗了，放在这里备用。好。秦轩一给任务，球球就开始忙碌了起来，而秦轩则是拿出了一个折叠椅，懒洋洋地躺了上去，刷起了轩儿动漫的视频。你不去帮帮孩子吗？看给孩子累的。帮什么？帮孩子打水洗地瓜啊。大哥，我骑了一路3轮车，很累了好吗？再说了，这活动是叫小小摊主，我要是啥都承包了，那不如让娃在家睡觉呢。听到秦轩的话，跟拍大哥竟无力反驳。而这时2个老师带着园长走了过来。这位家长，你这是要带着孩子烤地瓜？是啊，我们是组织孩子做小小摊主，培养他们的。我这不是小摊吗？秦轩不用听都知道园长接下来的话，果断打断了他。但是以前我们也没少了组织这样的活动，可是没人带孩子摆过这样的摊子。那是因为之前没有我，有我的话你早就吃上烤地瓜了。谁说要吃烤地瓜了？我是要跟你说。别说了，第一锅烤地瓜熟了，再烤就糊了。对于自己不想听的话，秦轩是一点也不想多听，然后在园长和几位老师的注视下，起身将烤炉拉开，顿时被压抑的烤地瓜香味彻底被放飞了，就连还要说些什么的园长也是眼前一亮。好香啊，怎么卖的？给我来3块。给我也来3块。我也要，我也要。有人举着现金，有人举着手机，眼里都是对烤地瓜的渴望。秦轩也被自己这烤地瓜的香味小小震撼了一下，不过面对有些急不可耐的顾客，秦轩却是一摆手，买地瓜的去找摊主吧，我是打工的。说完，秦轩续上一锅地瓜开烤，然后又躺在了躺椅上。哈哈哈，我就说秦轩不是摆烂，人家正经来让娃当摊主的。对了吧，我看他就是懒，还说自己是打工的，所以家打工的躺在躺椅玩手机，老板累得满头汗，心疼球球的第2天。与此同时，闻着香味凑过来的人越来越多，球球的小摊子也已经被包围了起来。不过相比现场的人，其实秦轩直播间里的观众才更加理智，他们在意的是作为小小摊主的球球会怎么应对这种堪称火爆的抢购场景。买地瓜的叔叔阿姨先排队，啥时候排好队就啥时候卖哦。直播间里的观众们无不被球球这一嗓子惊到了。一个小孩子在面对那么多人时，难道不应该稍稍表现出来一些无措，甚至是一些胆怯吗？是啊，
我刚才还怕球球在镜头面前出糗嘞，毕竟那么多人。呵呵，这个球球的反应真的太出乎意料了。是啊，家长永远都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就像秦轩，直播开始到现在，我就没见他跟孩子讲过什么大道理。他尊重孩子的想法，愿意聆听孩子的声音，他完全做到了陪伴和理解孩子，甚至可以说是尊重，所以造就了球球这种大大方方的性格。周璐的观点赢得了演播厅里不少观察团和观众的赞同，当然直播间的弹幕上也顿时出现了许多附和的声音。是啊，秦轩和球球的相处方式更像是朋友，他履行着父亲的职责，但也用朋友的身份和孩子平等相处。虽然专家说的话我们都要说对对对，但周专家确实说的对，兄弟们，我说的对不对？与此同时，树荫下躺椅上的秦轩看着球球有模有样的卖着烤地瓜，嘴角露出了一抹老父亲欣慰的笑容。可他不知道的是，现在正有一大批人朝着他赶来。各位想吃地瓜的叔叔姨姨还有小伙伴们，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我决定采用预付款模式卖地瓜。大家可以先交钱，我给大家写个纸条，然后就可以去忙其他的事情了。等地瓜烤好，我会喊你们的名字过来拿。那我交钱，我叫王鹏，要2块烤地瓜，先交10块预付款。还有我，我也要2块。小老板，那要是我交了钱，今天拿不到烤地瓜怎么办？此话一出，交了钱的和没交钱的人顿时都看向了球球。先不说秦轩他们带的食材能不能撑到今天结束，等小小摊主的活动结束，幼儿园明天就会正常上课，那他们要找谁去要烤地瓜去？放心，今天烤不完，不是还有明天，只要拿着我的小纸条就可以找我爸爸要烤地瓜。明天我上学就让他来幼儿园门口摆摊好了。好家伙，合着今天他把该收的钱都收了，剩下的烂摊子都交给我了。与此同时，一辆魔都电视台的采访车已经来到了幼儿园。那是烤地瓜摊？好像还真是，并且还很火。不过那些人怎么拿钱买纸条啊？走，我们看看去。话落留心，几人就朝球球的摊位走去。小朋友，你是这个摊位的老板吗？我是摊主。那你家长呢？我是他爸爸，有什么事吗？这位家长你好，我是魔都电视台的记者，我想采访你一下，可以吗？放心，一会儿就好。那采访让说真话不？当然可以说真话了，我要的就是真话。那行。那这位爸爸，请问你对教育部门组织的这次活动有什么看法呢？刘星的提问也被跟在秦轩身后的跟拍大哥完整的拍摄了下来，直播间里上百万的观众也都在等着秦轩的回答。瞎折腾呗。秦轩的回答简短异常，却是直接让在现场和直播间里所有人都忍不住瞪大了眼睛。演播厅里的李静更是一拍桌子，厉声呵斥起来：胡说八道！这么有教育和纪念意义的一次活动，怎么是瞎胡闹呢？要说瞎胡闹，也是他一个人在瞎胡闹，就连穿着青蛙玩偶服哗众取宠的陈峰也比他强。李静老师，1000个人眼中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人家就是说说自己心中的看法，您怎么还急了？小摊主这种活动是教育部门经过多年的研究才设计出来的，对于娃的情商、智商都会有很大的提升，而他竟然说这种活动是瞎折腾，这是在否认龙国育儿事业工作者们的努力。往小了说，他这是对自己和孩子不负责；往大了说，他这就是对全国的未来不负责。没别的，扣帽子算是被李静玩明白了。不过没等周璐继续回怼，直播画面中的刘星就再次开口了：您为什么会认为这是瞎折腾？方便说一下您的真实想法吗？首先折腾家长，今天是周3，相信不少家长都是请假来的吧。我虽然是全职奶爸，但是我知道假有多难请，有些公司就算是你亲爹死了，你也得先证明你爹是爹才能批假，还有些公司随便扣你点全勤奖什么的，这一天假损失个4位数也不是没可能。我说的没错吧？秦轩的话一经出口，周围立刻有不少家长点头附和了起来。是啊，这个月本来家里就出了点事，一连请假好几天了，这忽然又通知让带孩子来参加活动，不来怕孩子失落，来的话请假又要挨骂。谁说不是？而且我都请假了，来学校也是带着笔记本的，随时都要处理一些事情。现场不少人的议论都被刘星看在眼里，他轻轻点头，对秦轩的话也表示赞同。再一个，折腾孩子，你可以看到我这个摊位还有些树荫，但是有的孩子就没这么好运了。还有，并不是所有的小朋友都喜欢这个活动吧？那么孩子压根都不喜欢不想参加这个活动的话，那你跟我说他还能锻炼什么东西，提升什么东西？所以我搞不懂这种强制性的活动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方便某些领导检查，为了方便媒体报道，还是为了做给大家看？对，这种强制性的活动还有好多，而且不参加都不行，大多都是一些面子工程，根本就没啥太大的作用。是啊，甚至有很多活动已经成了敛财的手段，你不参加，孩子就有可能会被孤立，被看不起。一瞬间，不管是弹幕还是幼儿园现场，
都开始表达起了自己的不满。刘星也是听得连连点头。不过身为记者，他此刻的表现还是很淡定的。那就说今天的这个活动，在你眼里他真的就没一点好处吗？好处当然有了，今天我姑娘可没少挣啊。此话一出，现场的家长和直播间的观众顿时愣在了原地。你还真是一点假话不说。随后刘星又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就直接回了电视台。而这边球球的烤地瓜摊也依旧红火，时间就那么在不经意间悄悄溜走。只是在网络世界中，一场以带娃育儿为中心的暴风雨已经开始愈演愈烈了。而作为始作俑者的秦轩现在正和女儿大口炫着火锅。可在这时，站在一边跟拍的摄像大哥却是接了一个电话便走了出去，回来时就面色凝重地对着秦轩说道：秦轩，节目组在演播厅组织了一场交流会，你方便过去参加一下吗？是不是我白天的话让有些人坐不住了？跟拍大哥虽然长得粗犷，但是说话的方式却很是委婉。其实节目组的态度是，秦轩参加也要参加，不参加也要参加。若是今天秦轩不去，他们就会找人代替秦轩和球球，吃了饭就去。老爸，这个好吃，你尝尝。我闺女是真疼老爸。话落，秦轩宠溺地看了球球一眼，而球球却是连忙抱起自己的小钱盒子，试探性地说道：嘿嘿，都自己人，客气啥？你不是还请我吃火锅了吗？放心吧，说我请就我请，我不会打你小钱钱的主意的。秦轩先生，欢迎你来到父爱如山演播厅。你好，来钱的车票能不能给我报了？没问题，不光来的票给报，走的票也给你报了。接下了秦轩的话，小妮又将目光放在了球球身上。小丫头抱着自己的小钱箱子，一双大眼睛好奇的到处张望着。Hello， 球球，欢迎你来到我们演播厅的现场。怎么样，看到这么多人紧张吗？不紧张，就是有点可惜。可惜什么？可惜我没带我的烤地瓜摊，不然这么多人，我又有的赚了。球球还真是个做生意的先天圣体呢。来，小妮阿姨带你到座位那里好不好？在众人探究审视的眼神中，球球被小妮带着到了一个2人坐的小沙发上。秦轩挨着球球坐下，然后所谓的交流会正式开始了。秦轩，我想问问你，你到底有没有为你女儿的未来想过？这个问题不算尖锐，但是却攻击性十足。不过秦轩也丝毫不惧，这些专家里，李静无疑是他最熟悉的。昨晚他就刷到了网络上李静对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评价，不夸张地说，秦轩甚至都感觉李静有要弄死自己的想法。不好意思，这位专家，我不知道你口中的未来到底指的是我闺女10岁之后，还是她20岁之后，亦或是我闺女100岁之后。我希望你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我说的未来当然是指孩子步入社会之后。你不就是想问孩子以后要靠什么生活吗？我考虑了呀，而且他还做得挺好的。哼！李静闻言脸色更加阴沉，那些因这场交流会赶来的专家也都是齐齐怒视着秦轩。你的意思是让孩子以后靠烤地瓜生活？烤地瓜咋了？我是偷了还是抢了？这都什么社会了？李专家，你心里不会还对某个职业有偏见吧？秦轩的话让李静无言以对。不过这时坐在李静身边的一个知名育儿大佬开枪了。呵呵，秦轩是吧？你希望自己的孩子开心快乐，这本身是没错的。但是有句话叫少年强则国强，若是人人都像你这么教育孩子的话，那我们的国家……那个专家的话并没有说完，不过他却将话题上升到了更高的层面。徐建平教授，我看过你关于龙国教育方向的各种提议，说实话，我感触很深。哈哈哈！不过关于你的演讲，你的展望，我送你4个字：哗众取宠。秦轩这4个字一出口，直接震惊的整个演播厅里的人都瞪大了眼睛，有些定力弱的更是直接惊的在座位上站了起来。天啊，秦轩这是疯了吗？徐建平可是龙国顶级的教育界大佬，能量大的可怕。疯了，秦轩连徐建平都敢怼，等着被亲戚火擦吧。你怎么跟徐教授说话的？快给徐教授道歉。坏人，你们为什么合起伙来欺负我老爸？他刚刚其实都没听老爸和那些人在说什么，只是抱着钱箱子低头数钱，可再抬头刚好看见所有人都对自己老爸怒气冲冲的。没事的，球球，老爸能应对，你接着数你的钱。秦轩安抚了女儿几句，就看向徐建平等人说道：徐教授，难道你没有哗众取宠吗？但凡是谈到教育，不管是什么场合，你都会刻意的往爱国上面扯，因为你知道这样的话也就没有人可以对你的话进行任何的反驳，只能是赞同附和。可我今天要问你一句，爱不爱国是用嘴说吗？爱国的形式只有一种吗？老师们教育孩子，培育祖国的花朵是爱国，军人们保家卫国戍守边疆是爱国，那我当保洁扫地收拾垃圾就不爱国了，我每天安分上班老实生活就不爱国了，我小商小贩起早贪黑养家糊口就不爱国了，我当农民种粮食种蔬菜放羊放牛就不爱国了。一连串的反问后，秦轩就直勾勾地盯着徐建平，只是现在的徐建平感觉自己的 CPU 都要烧了。这个秦轩太邪门了，从来不会正面回答问题，却总是能从另一个方面制造更多的麻烦出来。
与此同时，一辆行驶在魔都市中心的黑色轿车上，一个中年男人正通过手里的手机看着父爱如山的直播。只从秦轩这短短几分钟的临场反应，男人就已经知道交流会没有继续进行下去的必要了。于是他关了直播，当即拨打出了一个号码。随即演播厅这边的小尼还有那些育儿专家们就都通过自己的收音设备收到了交流会结束的指令。随后秦轩在演播厅所有人的注视下带着球球扬长而去，父女俩都是抬头挺胸昂首阔步，宛如是打了胜仗的英雄。与此同时，魔都郊区一个有些破旧的小区里，一个小男孩脸上挂着泪珠，心惊胆战地弹着妈妈花了家里大半积蓄买来的二手钢琴。怎么又弹错了？你到底有没有专心练琴？伸手！就在小男孩伸出手准备挨打的时候，一个穿着外卖服的男人走了进来，一把将小男孩护在了怀里。男人手里的手机屏幕上正是秦轩带着球球在夜色下的马路上蹦蹦跳跳。你这是做什么？不学了行不行？什么？你再说一遍。我说不学了，你没发现吗？儿子一点都不喜欢钢琴，自从学了钢琴，他就从来没笑过。自从学了钢琴，儿子好像真的再也没有笑过。可练钢琴是为了他好啊，现在多一份努力，就可以在将来多一份选择，不是吗？你以为我就愿意逼他吗？不学怎么办？长大了和你一样送外卖，还是跟我一样去饭店里洗碗刷盘子，一辈子也买不起房，跟我们一样住在这种老破小里吗？我们已经废了，可他还有机会啊！我是他妈妈，我比谁都想让他每天开开心心的。话音落下，女人也仿佛被抽空了力气一样，瘫坐在了地上哭了起来。我真的没有奢求他大富大贵，我只是想他以后可以不像我们这么累。男人也红了眼眶，一只手拍在妻子因为哭泣而抖动的肩膀上，他想安慰，却又因为天生嘴笨，千言万语都堵在了嗓子眼，说不出来。皎洁的月光下，小小的房间里，一家三口沉默无言，倒是只有8岁的小男孩率先平复了心情。他来到坐在地上的妈妈身边，鼓起了勇气。妈妈，我真的不喜欢钢琴，我喜欢画画，我还喜欢打羽毛球。如果我必须学点什么的话，我可以自己挑吗？我保证，我绝对不是3分钟热度，我就一定学出个样子来。小男孩的话没说完，已然被妈妈一把抱进了怀里。男人看着妻子抱住儿子，鼻子也是一酸，眼泪没忍住淌了下来。这一晚，这个小家庭迎来了他们家第一次家庭会议，且爸爸妈妈的主要任务不再是下某种决断，而是聆听。而这时，坐在客厅沙发上的秦轩脑海里响起了熟悉的提示声：叮，宿主摆烂带娃，引起周围人的情绪反应，收获情绪值150万，当前持有情绪值共170万。温馨提示：宿主当前持有情绪值可完成一次高级抽奖，请问是否进行抽奖？开始抽奖。叮，恭喜宿主抽中竞技技能滑雪，水平世界级，白雪皑皑，万里雪场，任你一骑绝尘。不错，正好这2天听说魔都新开了一家超大的室内滑雪场，有时间了过去检验一下。古导演，你说上面这是什么意思？他们是想要打压秦轩，还是想要挺秦轩出圈？不知道，我们也不用知道，能一个电话就让台长如坐针毡，那种层面的想法不是我们能猜测的。也对，好了，这次的亲子大冒险就定滑雪了，让3组家庭的跟拍人员通知他们就好。与此同时，演播厅里，主持人小尼带着笑容出现在了镜头中。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节目组现又制定了一个叫做亲子大冒险的板块，第一次冒险的主题是勇气，冒险的项目是滑雪。现在我们的3组家庭也都分别坐上了节目组安排的车，前往了魔都最大的室内滑雪场。那么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看看3个萌娃要如何在老爸的带领下完成这次冒险吧。花罗镜头也随着小尼挥动的手撕滑跳转到了80后爸爸张健这边。爸爸，咱们是要去滑雪吗？黑色的商务车上，张萌萌的小脸上有些兴奋，因为即便是周6、周日，她也会被爸爸带着去学古筝、学画画，而今天她终于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没错，我们是要去滑雪。说到雪，那萌萌你还记得昨天爸爸带你背的那首古诗吗？记得。那萌萌给爸爸背一遍好不好？张健一副循循善诱的样子，而萌萌脸上那刚刚因为要出去玩浮现出的一点点兴奋，瞬间全部消失了。风卷地百草折，胡天8月即飞雪，散入珠帘，散入珠帘。爸爸，后边的我记不住了。闻言，刚刚还一脸慈祥的张健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虽然他没有发怒，可仅仅是黑着脸，萌萌就已经很紧张害怕了。萌萌，你已经5岁了，有些事情不需要爸爸一遍遍提醒你了吧？家里所有好吃的、有营养的东西，从来都是紧着给你吃。爸爸妈妈就算是吃剩菜剩饭，也从来没有怨言。妈妈10月怀胎，吃什么吐什么，生你的时候胎位不正，医生建议剖腹产，可你妈妈觉得顺产对孩子好，愣是冒着生命危险生下了你。我们爱你，愿意把最好的给你，也愿意为你付出一切。而你呢，
昨天一天的时间，你竟然连一首古诗都没背诵下来，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张健的语气并不算重，甚至还有些温和，可他说出的话听在萌萌的耳朵里，却宛如一根根钢针扎来。他忽然好愧疚，我对不起爸爸妈妈，我不去滑雪了，我一定好好背诗爸爸。一句道歉，张健的脸色也瞬间好看了起来。他拍拍女儿的肩膀，语气变得欣慰且语重心长起来。好，爸爸就知道我的萌萌最乖了。萌萌这么乖，爸爸妈妈就是牺牲的再多也值了。我家萌萌以后一定会成为爸爸妈妈的骄傲的。张健这次的话中带着对萌萌的肯定，甚至是夸奖，可萌萌的脸上却没了笑容。张健也不在意，转身在自己随身携带的背包里拿出了一本古诗300首。下一秒，商务车里响起了父女俩朗读古诗的声音。不错，让孩子了解父母的不容易，让孩子用一颗懂得感恩的心去学习进步。这个张健对女儿的教育可真是用心良苦啊。李静老师，您不觉得张健的做法会让萌萌背起一座名叫愧疚的大山吗？张健所谓的牺牲越多，萌萌身上的山也就越重。萌萌现在才只有5岁，她小小的身体和稚嫩的心理能承受得住那座大山吗？哼，没错，这就是所谓的牺牲式教育，可以说是教育，但也可以称为情感绑架。李专家，你能不能闭上嘴，还用心良苦？我看张健就是变相的洗脑，还是从娃娃就开始下手控制的那种。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完蛋了，连基本的感恩都不会了。我看张健的做法就一点问题没有。弹幕再次因为观点不同吵了起来，这也使得张健的直播间里原本有些温馨的气氛变了味道。而另一边，球球和秦轩乘坐的商务车也在赶往滑雪场的路上飞驰着。不过车上的球球却是一脸愁容的从自己的小钱箱子里抓出2张最大面额的纸币，看见纸币上的2015字样，球球的双眼瞬间充满了委屈。过期的，又是过期的，昨天那些人拿来买烤地瓜的钱竟然都是过期的。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咱们收钱的时候看好保质期就好了。来，这些过期的钱就交给爸爸处理吧。叔叔，你收到过过期报废的钱吗？面对球球的突然发问，跟拍大哥的大脑一时有些反应不过来。他看看球球，又看向秦轩。我收过还是没收过？你问我干啥？你自己收没收过不知道吗？收过，我还真收过。球球，我也不想骗你，可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很明显，你爸已经惦记上你手里的钱箱子了，所以反正也保不住，那长痛不如短痛吧。哦，那看来爸爸真的没有骗我。叔叔，你那么帅，也不会骗球球的，对吧？不会，球球那么乖，叔叔咋会骗球球呢？我真该死啊！哈哈哈，我真的好同情球球，但我也真憋不住想笑。球球刚才真诚的眼神都让跟拍大哥愧疚死了，他今天晚上做梦都要惊醒，然后给自己一巴掌。你们在笑，我已经开始实践了。目标，我女儿的存钱罐。楼上的兄弟，你就不怕你女儿哭吗？你忘了秦轩给我们上的第一课了。我现在哭的可比我闺女想多了，她要是敢哭，就准备好带着泪劝我别哭吧。就在直播间的欢声笑语中，秦轩几人也都相继来到了今天的目的地。节目开播3天，这也是3个带娃奶爸和3个萌娃首次在现实中见面。不过，当球球和陈子涵都在镜头前表现得有些兴奋时，张萌萌却拽了拽爸爸张健的手，浑身发抖。他看到失散女儿的第一眼，竟是让女儿帮他拍张帅气的照片。接上集，父爱如山的节目组忽然增加了滑雪环节，让3组家庭的爸爸带着女儿学习滑雪。爸爸，你能不能不丢人了？学校让摆摊，你穿个青蛙服到处在幼儿园跟人敬礼，现在滑雪你又趴在地上鬼哭狼嚎的，我不要面子的吗？我是真的害怕好不好？你个子小，重心低，摔一下也没多重，我一把年纪还长这么高，摔一下万一摔死怎么办？怎么办？凉拌。老师，咱们不管他，走，咱们去那边练去。子涵，我可是你亲爹啊，你不能就这么把我丢在这里啊！陈峰丝毫不顾周围人的目光，撕心裂肺地叫唤着。只是他叫得越响，陈子涵就跑得越快，似乎生怕别人知道他认识陈峰一样。直到遇见了一个看起来和自己同龄的小女孩，才停了下来。你怎么自己在这里？你爸爸呢？我爸说我累赘，让我跟老师慢慢学，他自己去玩了。球球一脸委屈地指了指另一边的成人滑雪道，只见秦轩双脚踩着滑雪单板从高处一跃而下，那速度那身姿直接看呆了所有人。哇，这也太帅了吧！你爸爸也丢下你跑去自己玩了吗？唉，他要是真丢下我跑去自己玩，那还真好了。说着，陈子涵指向了一个正趴在地上朝着自己蠕动过来的身影。涵涵，你等等爸爸，看一会爸爸给你打个样。打个样，学去嘛。唉，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球球像小大人一样安慰了陈子涵一句，也就开始学习滑雪了。陈峰趁着陈子涵跟着教练学习的功夫，也终于是成功的蠕动到了陈子涵的附近。而另一边，张健父女却还在滑雪场边上站着。爸爸，我还是害怕。怕什么？这不是有专业的老师教我们吗？不要，我不要滑雪。要不你先安慰一下孩子，等孩子不那么害怕了，咱们再开始。萌萌，有志者事竟成，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张健说了一大堆，不过萌萌却是怎么都不吭声，看大道理没用。张健当即又将那套牺牲理论搬了出来，不过他一顿输出之后，萌萌还是一点都没有准备去学滑雪的意思。相反，因为本身的害怕，再加上对张健口中那些爸爸妈妈的牺牲感到的愧疚，萌萌的心情更加的崩溃了。不过不管怎样，张萌萌和陈子涵人家两组家庭也算是一直相互陪伴着，而球球却是孤零零的跟在教练的身后，努力学着滑雪的基本技巧。至于秦轩，此时此刻已经彻底放飞自我玩嗨了。看看吧，这就是你们最看好的教育方式，在孩子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丢下孩子自己跑去玩了，这得让孩子有多失望多伤心啊！而你们最不看好的80后爸爸张健，却是从一进入滑雪场就一直都陪在孩子的身边，从未离开过孩子半步。大家都醒醒吧，看看到底谁的带娃方式才是值得我们提倡学习的。这位李专家，你要不要先看看直播画面再说话？是啊，这个专家是从哪里看出球球伤心了呀？忽然飘来的2道弹幕，直接让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直播画面中。节目组的导播也很有眼力见，直接给球球来了一个特写。大家快看，那个滑的最好的是我爸爸，那个靓仔是我爸爸。叔叔，我爸爸好厉害呀，他刚刚都飞起来了耶。好打脸啊，我都不敢想那个李专家现在得有多尴尬。强烈建议让李专家避坑，啥都不知道就在哪里叭叭叭。也就在这时，秦轩忽然想起了什么，连忙四处张望寻找着球球。而一直盯着秦轩的球球看到秦轩如此急忙的找自己，心中瞬间感觉暖暖的。爸爸，我在这呢。听到球球的声音，秦轩急忙朝球球的方向而去。爸爸，你真是牛妈妈给牛犊子开门，牛到家了。还笑，你知不知道爸爸刚才找不到你有多着急？爸爸，快给爸爸照几张照片。爸爸，你不是来带我一起玩的吗？带，等你给爸爸拍完照，爸爸就带你玩好不好？似乎生怕球球不好好给自己照相，秦轩急忙答应了球球的要求，就重新回到滑雪道最高点。球球，你爸爸总自己玩，还拿你当拍照工具人，你就不伤心吗？伤心有用吗？再说了，我哭的也没有他响啊。好吧，我就多余问。就在此时，一声饱含恐惧的尖叫通过直播间传到了所有人的耳中。直播画面里，张萌萌被张健强行带到了教学区的一个小陡坡前。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这有什么好怕的？别人能滑，你怎么就滑不了呢？爸爸，我真的很害怕。人家怎么就不怕？都是小孩子，你看看人家，你怎么就不能争气一点呢？站起来，你给我站起来！消除恐惧的方法就是直面你的恐惧。你从这里滑下去，以后就不会再害怕了。话落，张健不管萌萌的祈求，直接提起萌萌放到陡坡上推了下去。不出意外的，萌萌刚滑行出去不到3米的距离，就直接摔倒在了雪地中。这个张健有病吧？萌萌都说了自己害怕，他竟然还强行把萌萌推下陡坡。是啊，我看得出萌萌不是闹脾气不想学，他是真的害怕，就像有些人天生怕蛇一样。喂，蛇会咬人，滑雪可不会咬人。我支持张健的做法，消除恐惧最好的方法就是面对恐惧。这句话说得太好了。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这句话我看到一气喷一气，你咋不看看别人家的爸爸？弹幕争执不休的时候，张健已经走到了摔倒在地的萌萌身边。怎么样？其实也没那么让人害怕，对吧？说着，张健伸手想要把地上的萌萌拉起来，只是在他伸手过去的时候，萌萌却是下意识地躲了一下，似乎朝他伸手的不是爸爸，而是一个怪物。他将还站不稳的5岁女儿强行推下斜坡，在女儿摔倒后，他就会立刻将女儿提起，带上斜坡，再次推下。爸爸，我真害怕。害怕也要滑，快过来站好。原来他们是在参加一档滑雪的综艺节目，因女儿害怕，节目无法往下进行。他这么做是为了让女儿克服恐惧。消除恐惧最好的办法就是直面恐惧。你如果不想爸爸推你的话，你就自己往下滑。萌萌的哭声让张健有些烦躁，可听在直播间的观众耳朵里却是心疼。这个张健太过分了，没看见萌萌都情绪崩溃了吗？这控制欲也太强了吧！虽然你是爸爸，但是孩子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啊，干啥这么步步紧逼？看来大家都认为张健的做法有些过分，不过我要说的是，张健的做法不但没有过分，反而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有句话叫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不逼一把，你永远不知道孩子们拥有多大的潜力。哭一会儿，吃点苦，怎么了？现在娃有多大压力，以后就有多大的起飞可能。没错，
如果今天张健因为萌萌的哭闹妥协了，那以后萌萌再遇见不喜欢的事情，也肯定会故技重施。什么给孩子压力越大，孩子就飞得越高？你当孩子是弹簧吗？气死我了！还是分成3个直播间吧，我不想看张健，太压抑了。虽然一些人对张健的做法表示赞同，可大部分人还是无法接受。导播也在注意到大部分观众的情绪风向后，果断将镜头切到了球球和秦轩身上，瞬间整个直播间的画风变得欢乐了起来。爸爸，你可以带我飞吗？不行，滑雪场有规定，滑雪的时候不能人载人。你想飞的话，那就自己跟着教练学吧。我有些玩累了，先去休息一下。你要是愿意学就学，不愿意学的话就玩会儿学好了。嘱咐了球球一句，秦轩就直接去了边缘位置的长椅上坐下，拿着手机欣赏起了球球给他拍的照片。对于小脸上都是怨气的球球，视而不见。你不带我飞，我自己飞。哼，臭爸爸！姐姐，我要学滑雪。想要滑雪，首先要掌握身体的平衡。球球在教练的指导下，完全可以说是进步飞快，很快就可以颤颤巍巍的在雪上短距离的滑行了。不过就在这时，教学新手区忽然又冲进来了一群统一服装人，身后还跟着一群穿着各色滑雪套装的小孩。这些人难道就是闪电滑雪俱乐部的巡回选拔机构？那些小孩看起来家里都好有钱的样子。闪电滑雪俱乐部是一个创建于30年前的滑雪机构，也是如今向国家输送专业滑雪运动员最多的民间机构。可以说，除了国家队，他在龙国滑雪界的地位完全是不可撼动的。也对普通人家的孩子7、8岁的时候，怕是大部分连滑雪场都没进过，就算是有滑雪天赋，也大概率不会被发现。也就是家里条件不错的，才会专门针对孩子的喜好、特长，制定专门的教育计划。卷，你拿什么跟人家卷？你进个滑雪场买个票都要犹犹豫豫心疼的不行，人家这一身装备就要5位数甚至是6位数。秦轩想事情的时候，那些闪电滑雪俱乐部的人已经带着孩子开始热身了。虽然他们身在教学区，可一动起来，丝滑的动作和流畅的滑行跳跃就立刻展现出了比较强的专业性。哇，他们好厉害！只要你肯学，你也一定会像他们一样在雪地里撒欢的。我爸爸滑雪那么厉害，我也一定不差的。这叫遗传，对，就是叫遗传。就像是我爸爸说我长得可爱漂亮，都是遗传了他的颜值一样。球球，你爸爸骗你的，你可爱漂亮，完全是因为你自己天生丽质。哈哈，虽然秦轩有点借着夸球球然后自夸的嫌疑，不过他长得还真的挺帅气的。快看快看，张健那边终于有效果了，萌萌站起来开始滑雪了。直播画面忽然切到了张健那边，此时萌萌已经不哭了，不过她不是想滑雪，而是因为她太害怕爸爸刚才的样子了。就这么滑，身体微微下沉，保持重心，萌萌真棒。虽然萌萌的脸上没有任何的笑容，可她不哭了，也开始学滑雪了，这就让张健感到很欣慰。画面又成了一副父慈女孝的温馨场景，可弹幕里却依旧有着2种不同的声音。萌萌终于克服恐惧了，张健的方法真管用啊，看来以后真的要对娃严厉一些才行。可别扯肚子了，你们没看到萌萌那生无可恋的表情吗？有谁在乎过她的心情吗？萌萌压力太大了。呵呵，压力大，人家有钱人家的孩子，有的从3岁就开始学各种乐器和各国语言了，人家都那么努力，你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压力再不给大一些，以后拿什么和人家比？比你拿什么跟人家比？人家随便一身装备都是普通人好几月的工资了，孩子能努力，我就问有多少爸妈能给得起？弹幕激烈的讨论中，萌萌可以滑行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她的恐惧感也越来越小了。可她就是对滑雪没有任何兴趣。另外一边，球球的进步也非常大。不过就在球球学得好好的时候，一个垂头丧气、脸上挂着泪痕的小孩忽然出现在了他的视野中。你怎么了？摔倒了吗？没摔倒，是我选拔失败了，不能成为闪电滑雪俱乐部的成员了。闪电滑雪俱乐部很厉害吗？说到闪电滑雪俱乐部，小男孩的眼睛顿时亮了一下，不过很快他的小脸就垮了下来。厉害是厉害，不过我已经连续2年选拔失败了，看来我的天赋是永远都加入不了闪电滑雪俱乐部了。啊，要求这么高吗？我觉得你滑的还挺好的。我不行，并且闪电俱乐部的那个最厉害的教练说，魔都人天生都不适合滑雪，有那时间还不如去研究种地。话落，小男孩叹息一声，转身离开。不过他走后，原本情绪高涨的球球却瞬间没了精神。最厉害的滑雪俱乐部里最厉害的教练都说魔都人不适合滑雪了，我还学个什么劲？唉，我还是回家研究研究怎么种地吧。毕竟是小孩子，球球只了解到了那句话的字面意思。不过也就在球球脱下滑雪板的时候，一直在玩手机的秦轩终于是朝着球球走了过来。怎么了，球球？玩够了吗？玩够了，我们回家吧。回家不着急，
今天节目组管饭，听说这个滑雪场里有不少美食呢。那行，吃了饭再回家。小吃货一听好吃的就来劲了。不是吧，就这么放弃了？这个秦轩气死我了！你好歹劝一下球球，球球那么乖，你说一下他肯定会继续学的。因距离午饭时间还早，秦轩就带着球球去了滑雪场最高处，俯视着整个滑雪场。秦轩，你本身会滑雪，且球球对滑雪也不抗拒，为什么你不哄着球球学会滑雪，完成节目组布置的任务呢？你没看到张健有多想第一个完成吗？就连陈峰也开始认真了。难道你真的以为我从进滑雪场就只顾着自己玩了吗？难道不是吗？肤浅，你太肤浅了。我是在给球球种梦。你先是自己玩，然后又让球球给你照相，你说你在种梦？对，我那是为了吸引球球的注意，在他心里种下一个超级无敌帅的梦，只要有了梦，他就会对滑雪感兴趣，到时候不用我催，他就会自己学滑雪。一个被逼着学，一个被哄着学，一个自己主动想学。先不说这三者的学习效果哪个好，单从心情上来说，你觉得哪个孩子更开心一些？当然是二种，自愿小的比较开心了。答对了，那为什么后者会开心呢？因为有梦，因为感兴趣，所以我去给球球种梦。你怎么能说我是丢下球球不管自己玩呢？这次反问直接让跟拍大哥的大脑待机了2秒。直播间里，在第11集时指责秦轩的那些人也都惊呆了。也就在这时，跟拍大哥的耳机里忽然响起了父爱如山节目组总导演的声音，认真听了领导的要求，跟拍大哥也再次对秦轩提问：那球球不知道什么原因不愿意练滑雪参加比赛了，你咋不劝劝？你明明可以赢得很简单，可现在你已经没有机会了。你看张健那边的萌萌已经小的有模有样，在平地上基本不会再摔跤了，还有陈子涵的动作也已经越发的熟练自然了。球球即便是现在开始学，也已经有些来不及了，更别说就此放弃了。一个节目组临时起意搞出来的所谓的比赛，我要是真的为了输赢而忽略了我女儿的心情，那我才是真正的失败。绝了！人人都说秦轩自私，但从始至终，他的心里最在乎的就是孩子的感受。他在用自己的方式来做孩子，无需人们理解，更不在乎人们如何看待他。我道歉，为之前说他自私而道歉。从比赛来说，秦轩赢的几率的确是不大了，可从带娃的方式来说，我感觉他已经赢麻了。一时间，秦轩直播间里又迎来了一片好评，而这时球球却忽然转头看向秦轩问道：爸爸，你不是魔都人吗？是啊。那为什么你滑雪滑得那么好？谁规定魔都人就不能滑雪滑得好了？他们说着，球球指向下面那些穿着统一服装的闪电滑雪俱乐部的人。有个小哥哥说，那些人是整个龙国滑雪最厉害的人。那里面有个人说，魔都人不适合滑雪，适合去种田。听到球球的话，秦轩这才知道球球为什么忽然不想学滑雪了。那球球信那个人说的话吗？信，说这个话的人是滑雪最厉害的，他又没必要骗我。那我要是赢了他们，我是不是就成了最厉害的人了？到时候我要是说魔都人适合滑雪，你信不信？秦轩知道球球之所以会信那鬼话，是因为那是他认为中的滑雪最厉害的人说的，只要打破这一点，那一切就都好说了。不过球球显然不信他有那个本事。老爸，我承认你滑雪的时候有点小帅，可那些人都是专业的运动员，你能比得过吗？秦轩这是又要整活了吗？刚被你一套说刺龙头皮发麻，你竟然就要去丢人现眼了，拿你的业余爱好去挑战人家的专业技能，这不是纯纯找死吗？不是，你要是输了，可就跟孩子说不清了，到时候别说让梦发芽了，种子都得让人给刨了。弹幕谈笑间，秦轩已经带着球球来到了高级滑雪道，找到了闪电俱乐部的领队。可得知秦轩是想要找他们的人比试滑雪技术后，所有闪电滑雪俱乐部的人都笑了。你是认真的吗？高级滑雪道弄不好的话，可是会受伤的。是啊，大哥，你要是闹着玩的话，咱们就此打住吧，别到时候伤到了可就惨了。试试呗。哟呵，那就陪你玩玩。他们比试也引起了整个滑雪场的轰动，不管是来玩的游客，还是滑雪场的工作人员，几乎都聚集到了高级滑雪道的两边。张健和陈峰也带着孩子赶了过来，虽然和秦轩不认识，但毕竟是同一个节目的嘉宾，张健和陈峰也都劝说起了秦轩。兄弟，我不知道你为啥要跟他们比，但业余对专业，怎么想你都讨不到便宜的，听我的算了吧。有句话叫啥？别拿你的爱好挑战别人的饭碗。兄弟，我承认你雪滑得不错，逗逗外行耍耍帅足够了，可真要跟专业的比，你真不行的。人是越聚越多，可没有一个人觉得秦轩行的。不过即便如此，秦轩也依旧没有放弃的意思。球球，所有人都说爸爸不行，你觉得爸爸行吗？应该不行吧？为什么？就因为他们都说我不行，所以你也觉得我不行？
球球没有说话，看看周围的那些人，然后轻轻点头。秦轩也不再多说什么，把球球交给跟拍大哥，转身就走向了最高处的滑雪台。真的要比吗？不然我上来做什么？闻言，高台上的几人都笑了。不过由于距离比较远，跟拍大哥也没跟上去，所以不管是直播间还是现场的人，都不知道秦轩和闪电滑雪俱乐部的人在说什么。球球，你爸爸可真酷啊！我爸爸要是有你爸爸一半的胆子就好了。完蛋，小棉袄开始漏风了。那当然，我爸爸说他一个冲刺加滑，能把大象给干飞。哇，你爸爸好厉害！我爸爸看见老鼠都被吓得哇哇叫，还跳到我妈妈的怀里求保护。韩寒真心看比赛，我们给球球爸爸加油。萌萌，你看见那个人了吗？你以后可千万不要学他，没把握和太激进的事情，千万不要去做，丢人事小，要是受伤的话，后悔就晚了。萌萌点头，但却有些听得心不在焉，因为他的视线里，滑雪台上已经有人冲了下来，5个滑雪俱乐部的人和秦轩同时出发，矫健的身影高速的滑雪道上飞驰，在经过第一道起伏地形之后，秦轩就已经领先了所有人一个身位的距离。看到这一幕，不少人都被震惊了一下。不是吧？这哥们不会真的能赢下那些专业的滑雪运动员吧？有意思起来了，难道这个秦轩是隐藏的民间滑雪大神？什么大神？我看他肯定是在高台上和那些人商量好了，那些人故意放水的吧。楼上这位，建议你有时间去看一下脑壳，让闪电滑雪俱乐部的人放水输给一个普通人，俱乐部的脸还要不要了？弹幕上聊得正嗨，可现实中的秦轩却是在被所有人说他不行，让他放弃的情况下，以碾压之势冲到了终点。赢了，他真的赢了，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老爸赢了，老爸你真是老母牛踩电线呢。球球，上一集的时候，他们都说爸爸怎么样来着？他们都说爸爸不行，根本赢不了，说爸爸不自量力，还有说你这是找死。那爸爸赢了没？赢了。对，求求你记住，当你想要做什么的时候，不要让别人来告诉你行不行，有梦就去追。我懂了。一问一答，原本热闹的现场顿时安静了下来。而球球现在对那个什么魔都人不适合滑雪的说法已经完全不信了。此时此刻，老爸就是他的偶像，他的目标。爸爸，我还是想试试学滑雪。行，去找教练姐姐学吧。与此同时，父爱如山的直播间因为秦轩的话，导致了在线人数达到了恐怖的700万人。导演古富奎看到后台数据的那一刻，更是激动的眼泪直流。没想到啊，我这都快退休了，竟然又搞出了这种足以载入魔都电视台史册的成绩。小牛，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趁着秦轩话题的热度，去问问他这么做的教育理念是什么呀？收到，我马上去。秦轩，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你说。就是你这么教育球球，是根据的什么教育理念呢？理念谈不上，不过我可以跟你说说我的想法。对于小孩子，人们总喜欢说要言传身教，不过我觉得应该是身教重于言传。说着，秦轩看向了正在认真学着滑雪的球球，跟拍大哥也将镜头随着秦轩的视线对准了球球。而且巧的是，球球的身后被张健再一次逼着学滑雪的萌萌，还有被陈峰护着学滑雪的陈子涵也出现在了拍摄画面中。此刻虽然直播画面没了秦轩的身影，但他刚刚的话却是通过直播间传到了所有观众耳中。刹那间，弹幕疯狂涌动。别让别人来告诉你你能不能做什么，这句话太牛了。你们发现没？但凡秦轩想要告诉球球一些道理的时候，他都是先做，再讲道理，这就是先身教，再言传吧。我就想说，那个李专家不是话挺多的吗？怎么现在不吭声了？没错，李专家，你倒是说句话啊。而此时在演播大厅的李静，现在却是猛吃降压药，装作啥也没看到。之后的时间，秦轩也依旧没有过去陪球球，而是找了一个长椅靠在椅背上，又玩起了手机。只是他刚坐下不久，脑海里就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叮！宿主摆烂带娃引起周围人的情绪反应，收获情绪值 57.9 万，当前持有情绪值共 144.7 万。宿主是否进行抽奖？开始抽奖。恭喜宿主获得物理学神大礼包，学好物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温馨提示：剩余情绪值 44.7 万，再完成8次高级抽奖便可解锁神级抽奖。系统你是真敢给啊！时间流逝，转眼2个小时过去，就当秦轩收了手机，准备去找球球的时候，球球却是先找了过来。爸爸，美女姐姐说我学的差不多了，可以先上赛道试试了。这么快就学会了？我不信。是真的，姐姐可以给我作证。是真的，球球很聪明，还不矫情，摔了都不用我去扶，学得可快了。你真有这么棒吗？走，老爸检查一下你的学习成果。
华洛秦轩对美女教练报以微笑，然后牵住球球的小手就走向了初级滑雪道。而那个美女教练虽然一看到秦轩就会不自觉的心跳加快，浑身难受，可还是不受控制的跟了过去。来，给老爸露一手。瞧好吧您嘞。球球信心满满，穿戴好滑雪板就冲进了滑雪道，小小的身影在雪地穿梭。只是行程过半，到 S 弯的位置时，球球一个重心不稳，直接摔倒在了地上。惯性原因，摔倒之后又滑行了好几米，才慢慢停了下来。这一幕看的直播间所有的观众都是一阵心疼，那个美女教练更是赶紧跑了过去，想要在第一时间把球球扶起来。不过在美女教练冲向球球的时候，秦轩已经是先他一步来到了球球身边。球球你先别动，让我拍张照片发个朋友圈。你摔倒的样子太滑稽了，活活像是一只被翻过来的小乌龟一样。哼！在秦轩拍照发朋友圈的时间，球球也被美女教练解救了出来。球球，看老爸朋友圈的介绍怎么样？老爸，你是不是忘了我才上幼儿园呀？这些字认识我不认识这些字啊。不好意思，球球，老爸忘了。那老爸读给你听。滑雪的王子殿下和他的笨笨宠乌龟，后面还附加了咱俩的照片。哼，这把不算，要不是因为我饿了，我肯定一把过。行，那宠物龟咱们先去吃饭。话落，秦轩就带着球球朝滑雪场的美食区而去。来到美食区，球球嗅到香味之后就彻底的沦陷了。爸爸，我想吃黄焖鸡米饭、铁板鱿鱼，还有羊肉串。不行，吃那些都不营养。小孩子最主要的就是要营养均衡，荤素搭配。难得啊，秦轩竟然能说出这么靠谱的话来。那荤素搭配是吃啥呀？当然是旋转小火锅呀，又能涮肉又能涮菜的。我要在火锅里放章鱼小丸子。听到火锅，球球也兴奋地大叫起来。下一秒，父女俩就手牵手冲向了美食区，可跟拍大哥却直接原地石化。另一边，陈子涵也在陈峰的软磨硬泡之下，决定先吃了饭，再继续练习滑雪。爸爸，我饿了，咱们要不要也过去吃点饭？不行，萌萌外面这些小吃摊都太不卫生了，你要饿的话，爸爸做给你吃好不好？张健弯腰，看似在跟萌萌商量，其实语气里都是不容置疑。可是这不是家里，爸爸要做饭也没地方啊。爸爸当然有自己的办法了。哈哈哈！说着，张健帮萌萌摘下了滑雪板，就带着萌萌朝滑雪场的美食区而去。到了美食区，张健带着萌萌从东走到西，从南走到北，路过了轰炸大鱿鱼、铁塔大炸肠，也路过了旋转小火锅。最后，萌萌跟着张健停在了一家板面小店门前。爸爸，我们要喝板面吗？对，去吃板面。哇！张健的回答让萌萌眼睛一亮，心情瞬间美丽起来。这家店虽然闻起来没有其他的店里的香味浓，可在萌萌看来，这也比回家吃要好得多。你好，吃点什么？我想要2碗板面，不过我想自己去厨房煮，可以吗？只因为他觉得饭店的调料不干净，所以每次出门他都要带20粒金元放在身上。麻烦您给我来2碗板面，调料什么的都不要放。不放调料，还有人吃板面不放调料，真是小刀拉屁股，开了眼了。行，你稍等。老板稍微犹豫后便答应了下来。7分钟左右的时间，2碗清水板面就端了上来。板面上桌，张健也是拿出了在家里装的20粒金元，给女儿的碗里放了5粒，自己碗里放了15粒。爸爸，为什么我们的板面和别人的不一样？当然不一样了，我们的面更干净卫生，他们那些面虽然看起来好看，闻起来也香，但是面里还有更多不好的元素。听爸爸的话，咱们可不能为了口舌之欲就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好吧。萌萌本来还想再说些什么，可因太饿，最终还是老老实实的吃了起来。好在面里还有几根青菜，不至于太过单调。只是和过到对面火锅店里球球的欢声笑语比起来，萌萌乖巧的属实是有些让人心疼了。而演播厅里看到张健做法的李静又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不容易啊，在当今这个社会上，还有人对自己和孩子的健康这么负责。我们真的应该像张健这样，从小就对孩子严格要求。李静带着笑意，对于萌萌脸上的不开心是完全视而不见。他的话让喜欢跟他唱反调的周露都有些懒得对了，但直播间的观众可不惯着他，顿时弹幕里就是骂声一片。服了，这位专家，你能不能别建议了？我看见你就想吐，有那时间去跳广场舞也比在这霍霍人强。碗不让碗，吃不让吃，这么小还逼着学了嘞，当你女儿真是到了8辈子的末了。食品安全需要注意，但绝对没有必要像张健这样一刀切。在弹幕一片质疑和谴责中，萌萌已经把一小碗面吃得干净，放下碗筷。萌萌鬼使神差的侧目，他的视野中街对面的球球和秦轩正一人拿着一瓶饮料，做着干杯的动作。一瞬间，萌萌的嘴里口水疯狂分泌，满脸的羡慕。老爸，来，再干一杯。好，我干了，你随意。秦轩说完，一饮而尽。不过他豪迈的举动却是引来了球球的鄙视。得了吧，我看你就是想要多喝饮料。没，不够喝的话就再拿一瓶，我才不会跟你抢。虽然你说对了，可我不承认，你能怎么办？
当镜头切到球球和秦轩这边之后，整个直播间都变得欢乐了起来。不过看到秦轩跟球球吃的东西，李菁又按捺不住自己体内的洪荒之力了。这个秦轩简直是太胡闹了，那些火锅丸子里有多少科技狠活，还有那碳酸饮料，他怎么敢给孩子喝的？对自己的身体不负责也就罢了，还对孩子的身体不负责，简直就是妥妥的反面教材。又是一次酣畅淋漓的批判。李菁说完之后，竟然是习惯性的看向了周路，不过周路并没有搭理他。周路算是想开了，不到必要时刻，他就全当李菁的话是在放屁。而李菁见周路看都不看自己，目光又看向了弹幕。不过不看不要紧，这一看，李菁顿时又被满屏的对，给气得半死。也在这时，跟拍秦轩的摄像大哥看秦轩吃饱喝足了，便上前一步问道：秦轩，你咋不带球球去吃点更健康的东西呢？你是想问为什么我要带球球吃垃圾食品吧？跟拍大哥尴尬点头，然后做出了一副洗耳恭听的模样。大哥，你感觉是身体健康重要，还是心理健康重要？都重要。对啊，都重要的话，他们吃的讲究，身体健康，我们吃的开心，心理健康，有什么不行吗？哈哈，他的话总是给人一种狡辩的感觉，但是仔细想想还不失道理，让人无从反驳。他身体健康，我心理健康，没毛病，一点毛病没有。可是心理健康与否不是一顿饭就可以决定的吧？对啊，一顿饭影响不了心理健康，难道就能影响身体健康吗？并且我觉得在吃喝的问题上根本就没必要这么较真，只要不是暴饮暴食或者是自残式饮食，正常吃饭的话，完全没什么要刻意讲究的。难道你非要等最后医生跟你说想吃点啥就吃点啥的时候才能彻底想开吗？说完，秦轩目光看向了球球，吃饱没？饱了。行，那咱们去遛弯消食去。秦轩起身给球球穿上外套，父女俩也就走出了火锅店。而秦轩刚刚的话却是引起了直播间无数观众的共鸣。一个带娃节目，硬生生让我悟出了人生真理，我愿奉秦轩为我的人生导师。秦轩真是活得太通透了。午饭时间一会儿过，等球球和秦轩溜达消食回来，张健、张萌萌、陈峰和陈子涵已经又开始滑雪了，而负责教秦轩他们滑雪的那个美女教练也已经等在了教学区。好了，吃饱喝足了，一会就看我表演吧，来洗够。吃过了饭，球球斗志昂扬，在其他两组家庭羡慕的目光中，球球跟秦轩各自穿上了装备，去了节目组定下任务的那条滑雪道，然后他们就那么简简单单、平平无奇、顺顺利利的从起点滑到了终点。我们是冠军！球球直接激动的大喊起来，秦轩倒是没什么太大的反应，在跟拍大哥对着他竖起大拇指的时候，秦轩只是淡淡一笑道：我真没想赢。完了，给他装到了。秦轩的潜台词应该是不是我厉害，是对手太笨了。最想赢的没赢，没想赢的却赢了。一举夺冠，加上之前秦轩那些让人印象深刻的话语，直接让他和球球的支持票再度飙升了一大截。张健那边虽然痛失第一名，可还是在陈峰和陈子涵之前完成了任务。不过萌萌还是免不了被张健一顿批评。到这里，三个家庭也算完成了节目组设置的所谓的比赛，踏上了返程时间。不过在返程之前，三个家庭也都接到了节目组再次下发的新任务。女孩吃蛋炒饭时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蛋炒饭8块钱一份，加一个鸡蛋多收1块，可她加了8个鸡蛋1份米，老板却只收她9块钱。老板，你不再算吗？一份蛋炒饭8块，我加了8个鸡蛋又8块呢。我知道啊，可你不是没要蛋炒饭只要的米吗？米1块钱一份，鸡蛋1块钱一个，9块钱没毛病啊。秦轩、球球，你俩快点！张健和陈峰他们都已经出发了。就在秦轩和球球愣神的时候，跟拍大哥却是催促了起来。原来昨天秦轩、张健、陈峰3组家庭完成滑雪比赛后，父爱如山节目组又增加了个野外游玩的活动，他们需要9点之前赶到秋霞山。老板，17给你付过去了。老爸，陈子涵也去秋霞山吗？当然，还有那个叫萌萌的小朋友。听到萌萌，球球没有了那种激动，而是多了一抹疑惑。那个萌萌好累呀，他爸爸一直都在让他练滑雪，他还总是偷偷看我跟陈子涵呢。嘿嘿，爸爸，还是你对我好。突如其来的夸奖倒是弄得秦轩有些意外，他看看球球，心底忽然有一股暖流涌动。同样，球球这一句话也触动了不少直播间的观众，连球球都看出来萌萌好累了，萌萌真的是太可怜了。是啊，昨天萌萌在滑雪场学了1天的滑雪，可刚到家，萌萌，咱们休息10分钟，然后开始练字。今天写10张字帖。爸爸，我真的好累呀，今天能不能不写字帖了？不行，虽然你累了，但你只需要练字。可爸爸呢？我还要做饭，把我们出去玩的衣服给洗了，然后再洗碗、洗锅等等。唉，好吧，真的太心疼萌萌了。也不知道张健的无奈到底是给萌萌遮风挡雨的伞，还是压在萌萌身上的五指山。弹幕上清一色都是对张健的指责，这可让演播厅里一直看好张健的育儿专家李静坐不住了。
张健哪里做错了？回家就给孩子换衣服、洗手、洗脸。虽说萌萌有点累了，可张健不是让萌萌休息10分钟的吗？哇，10分钟真的好久啊！对，专家说的都对。一瞬间，弹幕又被对所笼罩。而与此同时，秦轩也到了此行的目的地。球球还没下车，陈子涵就已经在外面等着他了。球球，我爸爸说要带我露营，我们带了好多好吃的。今天你爸爸要带你做什么啊？不知道，我爸爸没说。球球老实回答。也随着球球的到来，3组家庭正式到齐。演播厅里，主持人小妮脸上挂着笑容，缓缓站起。好，我们的3个爸爸已经全部带着孩子到达了秋霞山。今天3个爸爸的任务就是各自带着自己的孩子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接下来咱们就跟随镜头去看看3个爸爸今天准备如何带娃吧。秋霞山这边，秦轩和球球赶到的时候，张健已经带着萌萌开始捉蝴蝶、采野花了。因为昨晚张健做功课就做到了深夜2点，对于秋霞山的植物和昆虫种类和特征，他现在完全可以说是手到擒来。所以每当捉到一只蝴蝶或者其他昆虫后，就会好好的给萌萌科普一番。萌萌看，这是蝴蝶，这是蜜蜂。不对呀，听主持人的意思，今天每个爸爸都给孩子制定了一个游玩的主题。张健科普教学做标本，陈峰带娃露营吃吃喝喝，而秦轩怎么两手空空来的？而且看那意思没有任何计划。此话一出，直播间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秦轩这边。只见秦轩刚从车上下来，伸了伸腿，扭了扭腰，宛如一副退休老人的模样。爸爸，我想去小溪那里玩。行，老爸还带你玩泥巴好不好？秦轩也不扫兴，牵住球球的小手就朝着小溪的方向走去。来到小溪边，球球直接脱了鞋，光着小脚丫站在一条小溪前，小手一挥说道：小溪怪，今天有我球球工程师在，你休想摧毁魔都城。喊了一嗓子后，球球直接就朝着小溪冲了过去。秦轩在后边看着，眼中都是浓浓的温情。跑慢点，小心石头个脚，嘱咐了球球一声。秦轩也脱了鞋子，跟着球球下了水。不过刚下水就被球球扔来的石头崩了一身水。好啊，你个年轻娃娃不讲武德，竟然偷袭我一个20多岁的老同志，看我闪电5连鞭！说着，秦轩手掌微微倾斜，巴掌一下接一下的就拍在了小溪水面上，顿时一道水幕直接朝着球球飞了过去。球球被吓得大叫，他跑着笑着无忧无虑的在水里和秦轩嬉闹，而他们的笑声也引来了正在捉蝴蝶的萌萌和搭帐篷的陈子涵的关注。爸爸，我也想去打水仗。不行，萌萌，你知道野外的小溪里有多少细菌吗？并且玩水的话，你能学到什么？你知道爸爸为了今天可以让你学到点东西，昨天夜里查资料查到什么时候吗？爸爸这么辛苦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你以后可以拥有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吗？他们现在玩，以后就得为了生活奔波吃苦，知道吗？萌萌一个试探性的请求，直接引来了张健的一大通说教。萌萌无奈，最终也只能深深地看了一眼球球，目光中都是羡慕。另一边，陈子涵看到球球玩水，也顿时来了兴趣。爸爸，等搭好了帐篷，我们也去小溪边玩水吧。还是别了吧。你妈妈还有爷爷奶奶可都嘱咐我了，不让你有任何闪失。那小溪水多少有些凉，要是你拉肚子或者是被石头划伤的话，你妈妈给我来个英年早逝，你爷爷奶奶直接去派出所给我销户，你以后就只能去墓地看爸爸了。老爸也怪可怜的，就不为难他了。陈子涵也是深感无奈，虽然是女娃，可作为老陈家5代单传的独苗苗，她在家里的地位不是一般的高。与此同时，秦轩这边的嬉闹也是以球球的投降来到了尾声。好了好了，我投降了，你赢了。这就认输了，小趴菜。秦轩笑着无情地对球球嘲讽着，球球甩给他一个白眼，懒得搭理。随后父女俩也不挑剔，各自找了一块大石头，坐在石头上晒起了太阳。球球，接下来你要做什么？还像以前那样用泥巴做小人吗？3、4岁的小孩子才捏泥人，我今天要当工程师。只要带着女儿玩一次泥巴，就能拿到500万。原来他是在参加一档综艺直播节目，在节目结束后，票数最高的家庭就可以获得500万育儿基金。秦轩，今天的任务是带着孩子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你咋带着球球玩起泥巴来了？这没意义吗？这有什么意义可言？你看人家张健带着女儿研究动物植物，陈峰带着女儿露营赏景，哪个不比你这强？可对我来说，我女儿开心快乐就是最有意义的事啊。老爸，快来帮我！来了。啥情况？我要建设大坝拦住小溪，可是我的泥巴都被冲走了。你不是工程师吗？这就被难住了，动动脑子。也就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秦轩便再次丢下球球走开了。他找到一个大树，直接靠着树坐下，而球球则是开始在大脑里寻找起了解决方案。足足过了几分钟，一动不动的球球忽然眼睛一亮。对了，用石头，泥巴怕水，石头可不怕。找到了方法，
球球顿时又浑身充满了干劲，他开始不断的收集石头，然后开始在小溪里堆砌起来。只是想法很美好，现实却很残酷。球球弄来的石头的确是在小溪中形成了一道小堤坝，但是溪水却还是可以从石头的缝隙中流淌过去。看着眼前的那道漏洞百出的石头堤坝，球球忽然又有了想法。如果用石头挡着，泥巴应该不会那么快就被冲散了吧？又去挖了一大块泥巴，球球直接将泥巴放在了石头堤坝的前面位置，果然有了石头的阻挡，泥巴这次并没有被直接冲散。哇，我找到方法了！球球自顾自地欢呼一句，便开始了自己的大工程。石头在后，稳固支撑堤坝的雏形；泥巴在前，堵漏补缺，真正意义上让堤坝发挥起了拦住水流的作用。成了，球球一个人还真就把拦水堤坝建了起来。爸爸，我的堤坝建好了，我是工程师了。爸爸，你手里的就是你上次说在左下角领的华为 Mate 60 Pro 吗？果然是顶配新机。对啊，我这里还有一大箱，你想要送你一台？那我去领的时候怎么没货了？对啊，我们去领的时候也没有了。那你们去的晚了。不过这次仙魔季全新活动，左下角链接升级成了24小时后补链接，手机没货立马补。不限量的苹果15 Pro Max 和华为 Mate 60 Pro 都是配套送的。这次领取界面咋还是滑动呢？苹果、华为好像都可以直接领哎。之前领取界面只能领一台，现在活动升级之后，苹果、华为能一起领啊，领多领少全凭本事。这活动能保真吗？左下角是给官方报备过资质的，活动真实有效，只要点左下角链接下载，挂机完成任务，手机秒到手。我们这就去下载。成功了吗？那这是什么情况？球球顺着秦轩的手指看去，脸上的骄傲顿时被惊慌所取代。他建造的堤坝的确是挡住了小溪的水流，可随着上游的溪水不断流下来，堤坝内侧的水位正在肉眼可见增高。还不等球球想什么补救的方法，他的堤坝就被累积到一定规模的水流直接冲散了。怎么样，工程师还要继续吗？当然继续，球球工程师是不会被打败的。球球，你这是在做什么呢？我在建堤坝，看到这条小溪了吗？它已经严重威胁到了魔都的安全，我要把它拦住。哇，那你今天是要做工程师吗？对，我是保护魔都的工程师。那我可以加入吗？陈子涵刚才看到球球在玩水，本来就心痒痒的，现在球球一句要当工程师保护魔都，他的心也彻底燃烧了起来。好，那我是总工程师，你是副工程师。球球正缺少帮手，立刻就答应了下来。下一秒，陈子涵就一脸兴奋地将鞋子袜子脱掉，走进了小溪边的泥土地。不是，涵涵。陈峰想拦，但是又怕女儿不高兴，女儿高兴了，又怕自己回家之后没法交代，两难之中一犹豫的功夫，陈子涵已经和球球开始挖泥了。爸爸，去把我们带的小铲子拿过来。哦，那你小心点，别伤到了。陈峰无奈，也只能嘱咐一句，之后去给女儿拿工具。这时，张健和张萌萌也追着一只漂亮的蝴蝶来到了小溪边，因为不想这只蝴蝶也被爸爸做成标本，所以萌萌故意胡乱挥动捕网，把蝴蝶吓跑了。爸爸，我领到手机了，还是2台，都已经发货了。这次是全新升级链接，当然好使了，现在下载还能领888大红包呢，机不可失，大家千万别错过。萌萌，你怎么回事？刚开始还抓得好好的，怎么现在一直都抓不住了？张健看到蝴蝶飞远，忍不住皱眉，说了萌萌一句。不过此时萌萌的目光却是被正在挖泥巴的球球和陈子涵吸引。爸爸，我想和他们一起玩。不行，玩泥巴能玩出什么？能玩出知识吗？唉，都是因为这个秦轩摆烂带娃，就知道让孩子玩的，现在惹得萌萌都不乖了。还有这个陈峰也太宠孩子了吧，看吧，用不了几天，陈子涵就会完全被球球带偏的。张健心里忍不住吐槽一句后，就伸手抓住萌萌，准备把萌萌拉走。只是在张健转身之后，他却是感觉到拉着萌萌的手一沉。萌萌，你没听到爸爸的话吗？跟我走。张健加重语气的同时，又拽了萌萌一下，可萌萌依旧没有要离开的意思。爸爸妈妈为了自己辛苦上班赚钱不容易，他知道爸爸经常逼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萌萌也知道爸爸都是为了自己好，可是他真的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为什么球球可以玩，陈子涵可以玩，我就不行？爸爸，我求求你，我就玩一次，可以吗？一句求求你，瞬间让整个直播间的画面定格，就连忙着挖泥巴的球球和陈子涵也停下了手里的动作，看向了萌萌。弹幕里不少观众也被萌萌一句求求你弄得直接破防了。萌萌太可怜了，他才5岁啊，凭什么不让他玩？我在萌萌身上看到了我自己，不过我比他好一些，至少我没那么怕我爸妈，大不了拿一走就是了。咱就说注重教育，也没必要把孩子所有快乐都剥夺了吧。由于萌萌刚刚祈求张健的样子实在是太过触动人心，直播间的弹幕上此刻几乎清一色都是为萌萌鸣不平的，甚至就连演播厅里的李静心里也是五味杂陈。不过心酸了一下之后，李静的神情再次坚定了起来。张健，你可要坚持住，不能看孩子可怜就妥协。孩子现在可能会不理解，可等他长大了，出人头地了，就一定会感激你现在的狠心的。李静在心里呐喊，
目光紧紧盯着直播画面中的张健。张健愣了足足5秒钟，这5秒，萌萌的那句“求求你”在他的脑海中盘旋爆炸。不知怎么，张健的心就像是被什么狠狠戳了一下。这次如果答应了，那下次呢？以后萌萌不想学习了就用这招的话，我又怎么应对？我该怎么办呢？女孩只要听到爸爸的声音，就会不停地挖泥巴，直到爸爸不再说话才会停下。接上集，当萌萌看到球球和子涵在水里玩着游戏，而她却只能按照爸爸的要求抓蝴蝶做标本，这让这个每天生活在爸爸安排下的5岁女孩彻底崩溃。为什么球球可以玩，陈子涵可以玩，我就不行？爸爸，我求求你，我就玩这一次。一句求求你，让张健愣在了原地，心就像是被什么狠狠戳了一下。他看起来好害怕他爸爸的样子。他爸爸好凶啊，他好可怜。玩一次就让孩子玩一次也没什么吧。萌萌最近哭的次数越来越多了，或许该让他稍微放松一下了。好吧，去玩吧。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小心些别被石子伤到。谢谢你，爸爸，爸爸最好了。真的好久都没看到萌萌笑了。如果我足够有能力的话，萌萌就可以不用这么累了吧。可爸爸没什么本事，你以后要想过得好，就要尽早开始努力奔跑。对不起了，萌萌。你们好，我叫张萌萌，请问我可以加入你们吗？没问题，不过你也只能和韩寒一样当个副工程师了。好。被接受，萌萌也迫不及待地脱了鞋子，下水就开始学着球球和陈子涵的动作挖起了泥巴，而这3个老父亲则是站在一旁盯着自己娃，做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尤其是秦轩，看到球球打算将小溪彻底拦截，他的目光便顺着小溪寻找了起来。片刻，秦轩的目光便落在了小溪上游不远处的木房子上。没记错的话，那个小房子里可是有不少的好东西。既然今天跟这条小溪干上了，那就给你玩点大的。心里做出决定，秦轩直接就朝着小木屋走去。也就在秦轩离开不久，球球的堤坝再次建造完成。我们的大坝建成了，小溪被我们拦住了。球球的欢呼再次响起，陈子涵和萌萌也跟着哈哈大笑起来。只是还没等他们3个高兴多久，堤坝就再一次被冲开，只不过这次的多扛了一段时间而已。又失败了。溪水是不可能被挡住的，不要白费力气了。他并没有恶意，只是单纯的在阐述一个事实。不过3个小工程师显然感觉受到了蔑视，陈子涵和萌萌很有默契的看向了球球。你们要放弃吗？好，那些自己办不到的人想要告诉我们说我们也不行，我们应该怎么办？做给他们看。好家伙，这是战前动员吗？对，做给他们看，别让别人告诉你你做不成什么。有目标就去实现它，有梦想就去捍卫它，这是我爸爸教给我的道理。我现在告诉你们，希望你们能明白。明白。好，咱们继续。球球一番话过后，陈子涵和萌萌再次变得斗志昂扬了起来。3个女娃继续挥舞着小铲子建造新的堤坝，而边上的张健和陈峰以及跟拍大哥却是被惊呆了。同样直播间的观众们也被球球刚才的话惊艳了一下。哈哈，我怎么在球球的身上看到了成功学大师的影子？听懂掌声。不要让别人告诉你你做不成什么，大气啊我的娃。有梦想就去捍卫它，这些话没错，也很励志，但前提你的梦想是符合实际，不然的话跟异想天开有什么区别？是啊，梦要有，但认清现实也同样重要。现在小溪不可能被堵住，就是现实。弹幕不断闪烁刷新，时间也一点一滴的缓慢流逝着。终于堤坝的轮廓再次被他们用石头搭建了起来。可就在他们准备去挖泥巴堵缝隙的时候，张健却再次开口了。别费劲了，堤坝再大也不能把上游整个小溪的水流全部装下挡住。既然挡不住，装不下，你的堤坝要么会被再次冲散，要么就是小溪会绕过你的堤坝继续向下游流淌。你的这个想法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可能会成功的，放弃吧。张健认真的给球球做了分析，希望球球可以不要再继续浪费力气。不过球球显然是没有要听劝的意思，小铲子咔嚓一下插在泥巴里，一大块泥巴就被他挖了出来。而这时陈峰也看不下去了。韩寒，你已经玩了这么久了，要不要休息一下？我给你拿点东西吃。我不吃。回绝了陈峰，陈子涵也跟着球球一起开始挖泥巴。陈峰看看张健，张健又把目光看向了萌萌。萌萌，爸爸不会骗你的，你们真的挡不住小溪，何必白费力气呢？听爸爸的话，玩点其他的东西不好吗？要不我们还继续去抓蝴蝶。不提抓蝴蝶还好，一提抓蝴蝶，萌萌干脆把头一低，专心挖泥巴了。与此同时，演播厅里李静的脸色阴沉如墨。这个张健就不应该心软的放萌萌去玩什么泥巴。还有那个陈峰，对韩寒也太宠溺了，什么都由着韩寒。更可气的就是这个秦轩，昨天说什么给孩子种梦，又教孩子护梦，不少人当时还被感动得一塌糊涂。现在呢，你们看看在他的教育下，孩子变成了什么样子？固执不听人劝，认死理，钻牛角尖的。
在李靖批判秦轩的时候，球球他们的堤坝也已经再次完成了。不过这次他们并没有欢呼，而是站在旁边紧张地看着堤坝内侧的水位越涨越高。没一会，溪水直接绕过堤坝，在地势较低的位置冲了出去。看吧，我就知道是这种结果。萌萌，你玩的时间也够久了，我们该走了。看看你这一身的泥巴，你觉得你妈妈洗衣服很轻松吗？可是什么？萌萌，坚持是好事，但是坚持根本不可能的事，那就是轴，是钻牛角尖，懂吗？跟我走。球球，咱们是肯定拦不住小溪的。萌萌爸爸没有骗人，放弃吧，我们去我的帐篷里吃东西看漫画。你们都走吧，我自己来打败小西怪。谁说你是一个人了？老爸这不是在呢吗？球球叹什么气？有老爸在呢。爸爸，小西怪太强大了，他不仅能冲散我的堤坝，还会绕路逃走，我打不过他。那你还要继续为魔都城的人和小西怪斗吗？要。好，看在你这么勇敢执着的份上，爸爸就帮你一起对付小西怪好不好？好。球球眼睛中又燃起了希望，秦轩也直接融入球球的幻想中。那我就以技术顾问的身份加入，你还是总工程师，我来负责给你出主意。秦轩，孩子转不过弯来，难道你这个大人也转不过来吗？把小溪横向完全拦住，你在开什么玩笑？有这时间你还不如教孩子数蚂蚁，最起码还能认识数字。听到张健的话，陈峰直接惊呆了。他没想到看起来斯斯文文性格内敛的张健说话竟然是那么直接，而秦轩却没有什么反应，就那么看着张健，眼神中充满了怜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我要做的是你能够想象到的吗？时间就那么1秒2秒的过去，张健都被秦轩看得有些发毛了，现场的气氛也是无比的尴尬。这时球球欢乐的声音打破了僵局。韩寒、萌萌，你们愿意留下来吗？有了技术顾问，我们一定可以拯救魔都城的。我愿意。我也愿意。好，我今天就看看你们到底要怎么打败什么小西怪，怎么保护那什么魔都城。气急败坏，张健干脆放手不管了，找了一个树荫坐下。我去给孩子们拿几瓶水。技术顾问，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呢？按照我这个图案，再建造一个堤坝出来，不用太高，但是要足够厚，足够结实。啊，爸爸，你设计的堤坝怎么有个口子啊？像是一个大漏斗一样，这能挡住小西怪吗？搞了半天，秦轩的想法还不如球球呢。建造个堤坝，还留个口子，那堤坝的意义何在？今天我非要看到你们彻底失败后的狼狈样子。哈哈哈！这里再加高一些，还有这里。秦轩背着手，指挥着3个萌娃建造新的堤坝，给出一些意见的同时，他也在不断的搬一些比较大块的石头过去。而与此同时，魔都市教育局的一间会议室里围坐着7、8个人，有魔都市教育部门的领导，一些名校的领导和优秀的在职老师，并且还有前2天在交流会上被秦轩对的差点脑出血的徐建国。徐老，你专注龙国的教育事业几10年，尤其是对幼儿的教育尤为擅长，说说你怎么看秦轩？任局长，我觉得秦轩完全是当代躺平派年轻人的代表，即便是如今成为了一个父亲，他也依旧是对什么都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并且……徐建国说了一大堆，核心观点就是秦轩的带娃方式不可取。任长青也就那么听着，目光始终在大屏幕秦轩的身影上。你们呢，看法都和徐老一样吗？任长青环视着在座的所有人，那些人看看任长青，又看看徐建国。尽管有2个年轻的名校老师似乎有话要说，到最后却也只能跟着大部分人一起点头。毕竟年龄资历摆在那里，说的话会不会重视，有没有用另说，光是有可能得罪人这一点，就足够让他们把心里话都憋在心里了。行吧，那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里，你们先走吧。眼眸深处闪过一抹失望，任长青直接把所有人都打发出了会议室。房门关上那一刻，任长青盯着大屏幕上的秦轩，喃喃自语道：摆烂。他可不是在摆烂，他要做的事是天大的事。不过秦轩，今天你又要给我怎样的震撼呢？成了。可是我们并没有把小溪拦住啊。我什么时候说建堤坝是为了拦住小溪了？不拦住小溪，那我们建它做什么？又怎么救魔都城呢？大雨就快要来了，秦轩，别再故弄玄虚了，我可不想带着萌萌陪你淋雨。谁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打败小西怪。不对，再想。是为了拯救魔都城。对了，救下魔都城才是根本目的，至于拦截小溪，只是你们想到的拯救魔都城的一个方法而已。很显然，建造堤坝这个办法行不通，小溪根本不可能被拦住，所以我们要怎么做？要换个方法去拯救魔都。聪明。可是你昨天不是还说让我坚持梦想吗？而且你想的办法不也还是建造堤坝吗？球球，要捍卫你的梦想，首先你就要知道你的梦想是什么。梦想不是你要办的事，也不是你为了做事想到的办法。梦想
是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像今天，在你开始为了拦截小溪建造堤坝的那一刻起，你的梦想就是当一个工程师，一个可以对抗小溪怪、拯救魔都的工程师，懂了吗？懂了，但是你都说了小溪根本拦不住，要想其他的办法拯救魔都城，那又为什么还要建造这个漏斗堤坝呢？等我，一会你就知道了。在所有人的注视中，秦轩朝着小溪上游走去，他的这个举动无疑又吊足了所有人的胃口。直播间里观众的好奇心也正在备受煎熬。急死了，秦轩到底是要干什么呀？不知道，不过肯定不是要拦住小溪。我赌一包辣条，秦轩绝对不是像看起来这么简单。同意。有没有万能的网友去扒一下秦轩的信息，绝对会有爆炸性的重磅消息。弹幕疯狂的刷新着，终于在所有人的期盼下，秦轩手持水轮发电机出现了。紧接着，在众人疑惑震惊的目光中，秦轩将手里的水轮发电机固定在了建造好的堤坝尾端。既然小溪实在是拦不住，我们也只能对魔都城做出预警了，点亮山上的灯塔，魔都城里的人就会发现危险，及时撤离。你们说对不对？可这个丑丑的东西能点亮灯塔？男人无意间的一句话，竟惊动了整个国家的教育部门，并导致所在综艺直播节目将奖金提升至1000万。接上集，秦轩在建好的拦水堤坝上挖了一个口子，放上水轮发电机，试图点亮山顶的灯塔。这个丑丑的东西能点亮灯塔吗？当然能了，开关在这里，按下它就能点亮灯塔。一起来吧，我们一起点亮灯塔。好。3只小手叠在一起，按下了水轮发电机的开关。一刹那，一抹亮光出现在了小溪上游，小木屋上的灯泡终于亮了起来。哇，成功了！魔都城接到警报了，他们得救了。既然溪水无法被堵住，那就去利用它。一旦你们找到了正确的方法，阻碍也有可能转变为助力。等长大了，你们也会有无限可能，那个时候也没人拦得住你们。与此同时，魔都教育局办公室里，局长任长青正死死盯着投影屏幕上秦轩的身影。没人拦得住你们，秦轩你真是有意思啊！徐建平你说他摆烂，我看你真是老眼昏花了。哈哈哈！任长青笑得无比开怀，而他隔壁的休息室里，徐建平嘴上始终没停止过批判秦轩。此时一个老师代表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刚刚他就想表达一些和徐建平不同的看法，无奈其他人都在跑马屁，他又人微言轻，没敢说什么。可现在他实在是听不下去了。书能忍，审不能忍，受不了了。秦轩的这种教育方式，比单纯的鼓励和督促逼迫简直强了千倍万倍。你懂个锤子的教育，叫你一声专家是给你面子，你在这叭叭叭的没完没了了你。刚刚还很热闹的休息室直接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懵了。徐建平更是摸了摸年轻老师喷在他脸上的唾沫星子，感觉自己的 CPU 都要烧了。这小子从早上看见我就一直都毕恭毕敬的，现在咋直接对我贴脸开大了？小王老师你怎么跟徐老说话的？还有没有点长幼尊卑？还有没有点为人师表的样子了？什么我怎么了？你当个校长，天天就知道各种溜须拍马，跟教育有关的事情你是一点都不研究。抽风了还是中邪了？这老师你还想不想做了？不当就不当，回去我就辞职。走吧，我看以后哪个学校敢要你这样的老师。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也难不住。反正我要干老师该干的事儿。留下最后一句话，小王老师的身影消失在了众人视野，而那校长赶紧看向徐建平，一脸的怒气秒变谄媚。徐老您别跟他一般见识，回去我就把他开了。哼！与此同时，秋霞山上的秦轩脑海里忽然响起了系统提示：叮，宿主摆烂带娃，引起周围人的情绪反应，收获情绪值156.6万，当前持有情绪值共181.3万，请问是否开始抽奖？抽奖！叮，恭喜宿主获得现金流666万，系统已将资金打到宿主的常用账户，并且完成资金来由合理化，请宿主放心使用。好家伙，这系统还怪贴心嘞，连资金的来由都帮着合理化了。秦轩，这个水轮发电机不会是你临时做出来的吧？是啊。你之前离开镜头一共也没多长时间吧？用那么短的时间，在没有专业的工具和材料的情况下，你竟然直接手搓了一个水轮发电机出来。做水轮发电机很难吗？一阵语塞，陈峰直接对着秦轩伸了一个大拇指。直播间里，观众也再次被小小震惊了一下。会做饭，会带娃，会滑雪，还能顺手搞出水轮发电机，秦轩还有你不会的吗？也就我是个200多斤的糙汉子，我要是个女人，铁定要去给秦轩当老婆，给球球当后妈。楼上的，你这是跟秦轩有什么血海深仇吧？在直播间的欢声笑语中，今天的户外活动拉下了序幕。红日西斜，秦轩也带着球球坐上了回家的车。秦轩，节目组明天的任务是带孩子体验一下父亲的职业，你的工作是什么？全职奶爸呀。
全职奶爸也算职业。跟拍大哥小声嘟囔了一句，不过他这一句话却是直接捅了直播间的马蜂窝。弹幕上不知道多少家庭主妇和专职奶爸瞬间集合。怎么就不算了？这个职业累得要死，还全年无休，而且还没有人给发工资。虽然我觉得照顾宝宝、照顾家庭是我应该做的，但是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职业吧。没毛病，全职奶爸就是职业。兄弟们快去看看，魔都的教育官方发声了，而且还艾特了父爱如山节目。什么？官方发声了，还艾特我们节目组？是啊，不光是魔都的教育部门，还有其他省市的教育部门，好几个官方账号都入场了。一个节目在民间火，顶多也就是多挣点钱，但要是官方重视并且入场支持的话，那说明这档节目的本身价值已经不能用金钱衡量了。官方账号发了什么？不拘小节，筑梦护梦，身教言传，育人教书。这不就是秦轩的带娃理念吗？这是官方也认可他的带娃方式了。是啊，这完全说的就是秦轩，我感觉他把龙国的传统教育观念都给颠覆了。英俊，快去再加几个直播通道，把整个魔都电视台闲着的频道都用上，给我狠狠的推流，然后再去演播厅告诉主持人，冠军奖励翻倍，支持票最高的可以获得1000万的育儿基金。一档无人问津的综艺节目，一夜之间播放量竟飞升到了5000万。就在总导演感叹自己的英明神武时，才发现5000万人有4999万都是来看这个男人的。爸爸，你这是看的什么呀？没啥，都是一些教爸爸坑闺女零花钱的文章，我才不会去学那些。爸爸，坑闺女零花钱你还用学吗？我那可怜的小猪存钱罐从来都没满过不说，就连那只进不出的不锈钢存钱罐都被你切开掏了个干净。胡说，我啥时候坑过你钱了？哪次不是你主动给我的？好了好了，往事不堪回首，路要向前直走。来，老爸带你看点好玩的。话落，秦轩调整了姿势，整个人半躺在沙发上，让球球在他的臂弯里也躺得更舒服一些。爸爸，这个狗脾气好大呀，它主人就在他耳边说他一句傻狗，它就跳崖了。咦，又是修驴蹄子，爸爸快划走，球球不想看修驴蹄子。父女俩的笑声在房间里回荡，也在直播间里回荡，惹得不少观众也跟着笑了起来。男人不是都喜欢看黑丝小姐姐跳舞吗？怎么秦轩爱看修驴蹄子呢？这你就不懂了吧？年少气盛的男人才喜欢看美女，成熟的男人都喜欢看修驴蹄子。欢乐是欢乐，不过专家不是说小孩子不能看手机吗？对眼睛不好。这里有个破坏气氛的，快下出去杖毙。专家的话你也听，我看你是活得太轻松了，想给自己增加点负担吧。爸爸，他们这是在做什么？这个小哥哥在吆喝什么？这是一种北方的民间传统，叫做喊号。有人变成星星离开人间的话，一人喊号，接邻四方都会过来帮忙送最后一程的。那我怎么没在咱们小区见过喊号的呀？前些天不是还有一个奶奶变成星星走了吗？5岁的球球对喜还没什么概念，之前遇见喜人的秦轩也都说那人是变成星星离开人间了。不过尽管对喜没概念，球球也知道那些人变成星星之后就再也回不来了。城市的人都太忙了，不是很熟悉的人就算是喊号也喊不来的。话落，秦轩也不禁回忆起一些儿时过往，只是球球却忽然安静了下来，一滴泪水忽然打湿了秦轩的衣服。怎么哭了？爸爸，那你会变成星星离开我吗？我有点害怕。不会的，爸爸怎么舍得丢下球球不管呢？爸爸是属乌龟的，老能活了。真的吗？真的。好了，球球睡觉去吧，今天累一天了。爸爸，你真是乌龟吗？是，爸爸是。太好了，我爸爸是乌龟。球球走后，秦轩也回了自己的房间。对于节目组明天让父女互换角色的事，他觉得有必要规划一下。要让球球当爸爸的话，他不得把我以前坑他的手段10倍还回来。不行，得想个办法。不想了，明天再说。秉承着遇事不决先睡一觉的原则，秦轩直接进入梦乡。另一边，张健也将萌萌安排睡下，熟练地打开了一个带娃交流群。他刚刚进去，立刻就有不少的奶爸宝妈开始疯狂艾特起了他。张健，今天你怎么没发萌萌做算术题的打卡视频啊？直播我今天看了，我觉得今天你对萌萌过于放纵，节奏明显被那个秦轩和叫球球的小孩带偏了。张健，你忘了你从大山里走出来有多不容易吗？你难道也想让萌萌长大后像你这么艰难吗？
一条条信息宛如一道道钢针，刺痛着张健的心，往事种种涌上心头。原来张健出生在一个小山村，从小就吃不饱穿不暖，直到有一天，一个戴着眼镜的男人告诉他，知识能改变命运。从此他玩命读书，考上了大学，成了父母的骄傲。可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遍地都是大学生，面对更年轻更有活力的新员工，他也就只剩下了听话这一个优点。为什么我抽着比父亲更贵的烟，却无法撑起父亲当初撑着的那片天？对不起萌萌，我必须逼着你跑起来，因为只有你跑得足够快，生活这座大山才压不住你。时间在无声中流去，转眼就是天明。主持人小尼还有育儿专家们也都陆续来到了演播大厅。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尼，今天节目组的主题是父女俩互换身份。话不多说，跟随镜头来看看三组家庭今天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怎么了萌萌？没怎么，我就是想起昨天在秋下山吃的东西了。看来我昨天对你的确是有些放纵了，让你玩泥巴，还让你吃了那些放了各种调料的食物。怎么，你现在是不是觉得爸爸做的饭很难吃？不光脸沉了下来，张健的语气也变得有些低沉，萌萌的眼神立刻就变得有些怯怯的，就像是自己刚刚犯了弥天大错一样。对不起爸爸，你别生气，我不是说你做的饭不好吃，我只是觉得……因为害怕自己的话再次惹爸爸不开心，萌萌都不知道自己该说点什么了。面对直播镜头，张健也是收敛了一些怒气。当镜头切到90后爸爸陈峰这边时，直播画面里的父女俩宛如定格，跟拍大哥更是在找地缝看能不能钻进去。家人们谁懂啊？今天一上班，这俩冤家就已经在斗气了。俺扛住摄像机拍谁，谁就给俺一个大白眼，俺招谁惹谁了。好了，别生气了，你妈妈打你那不是为你好吗？哼，你就别装好人了，要不是你说是我非要进小溪玩泥巴的，我妈妈能揍我吗？还有我妈妈揍我的时候，你为啥不拦着点？我拦着？我当时被你爷爷奶奶按着打，我有时间去救你吗？还有你被你妈一个人打，我被我爸妈2个人打，你妈妈用枕头打你，我爸妈可是一个甩皮带，一个甩鸡毛掸子，也就我扛揍。好了，涵涵，你就当是替老爸吸引火力了。你也知道，你爷爷奶奶再打我，我也是他们的亲儿子，他们手下有枕头。可你妈妈就不一样了，这世界上可没有亲老公这么一说，他动手，我说不定真有生命危险了。陈峰的话无疑是有些夸张，不过他可怜兮兮的样子还真就让陈子涵的心软了下来。好了好了，我妈妈也的确是够凶残的，唉，为难你了。涵涵我们父女俩哭得很好笑吗？叔叔，我妈妈是个拳击手，最近她的陪练意外骨折住院了，你想坚持一下吗？不用不用，你们继续继续。涵涵，爸爸。摄影师拍摄节目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人，那人每天带着女儿游走在各大售楼中心找工作，且每找到一个工作就要买一套房子。你好先生，是买房吗？不，我来应聘。应聘呀，蓉姐有人应聘。谁应聘？那个扛摄像机的是什么鬼？这里不允许拍摄，请你出去。我应聘。是这样，我在参加一档综艺直播节目，今天的主题是我和女儿互换身份。那你一直参加节目，工作肯定干不长，你去其他地方看看吧。要是我今天能卖出去一套房呢？你当你卖房是卖西瓜吗？说卖一个就卖一个。美女姐姐，你就给我爸爸一个机会吧，说不定真能卖出去一套房呢。你刚刚叫我什么？美女姐姐。好孩子，你真可爱，姐姐这就安排你爸爸入职。小阿透，告诉姐姐你叫什么？姐姐，我叫秦格球。多好一孩子，你爹咋给你起这么个名字？姐姐给你换一个，你叫秦小嘴抹了蜜格球。你就那么肯定你能卖出去一套房？听到跟拍大哥的话，秦轩直接掏出一个户口本和球球的身份证。你这是要？没错，是你想的那样。秦轩肯定了跟拍大哥的猜测，这下直播间里的观众不淡定了。这是要给球球买房的节奏啊！龙州君庭的房子一套在200万左右吧？秦轩这么有钱吗？应该是首付吧。秦轩现在火了，挣钱的日子在后面。在弹幕疯狂刷新时，秦轩已是办好入职，找到蓉姐走购房流程了。还带这么玩呢，真是活到老学到老。爸爸，这是给我买的房子吗？没错，等你长大了，这个房子就是你的秘密基地，如果你不允许，就连爸爸都不会随便进去。好爷。球球很是兴奋，不过演播厅的观察团成员却忍不住发言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觉得秦轩直接给孩子买一套房，并且还把消息告诉孩子的做法，实在是欠妥。他这么做就不怕球球长大了变得懒惰不上进吗？
这人的发言瞬间引来一片人的附和。坐在演播台上的育儿专家李静也是微微点头。不过经过昨天的玩泥巴事件，他已经不敢再直接对秦轩的做法提出疑问了。秦轩，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你咋能这么高调的全款给球球买房呢？这句话没错，但真正穷人的孩子走向社会后，心智上比那些富人的孩子至少要晚成熟10年。但我看很多富家子弟都是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呀。那是因为某些原因，你只看到了那些所谓的坏富二代罢了。事实上，那些有钱人的孩子各方面的认知都可以对穷人的孩子造成降维打击。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父母不仅可以给他们钱，更可以给他们远超普通人认知的教导。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所谓的当家不过是早早的担负起家庭生活的担子，是不得已才拼尽全力的去维持基本生计而已。有些认知和胆识真的是需要用钱砸出来的。秦轩的话通过网络被无数人听到，直接引发了所有人的忆苦狂潮。而魔都市教育局局长任长青正死死盯着手机画面里秦轩的身影，在他的办公桌前面还站着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人。信义啊，你第8集的时候组织那些育儿专家开交流会打压秦轩的事情，你就不想和我谈谈吗？虽然任长青的语气很是平缓，可王信义听了却是立刻神经紧绷了起来，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来替你回答吧。你是怕秦轩的教育方式造成教育行业的大变动，引起更高层面的不满，然后引来不必要的事端或者是责罚。你想的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混到退休也就一身轻松了，对吧？听着任长青的话，王信义的头低得更深了。在自己这个老大哥眼前，他有种被看穿的感觉。我们是来工作的，国家发工资不是让我们混吃等死的，要做事啊。你是教育局的副局长不假，但是扪心自问，你配得上教育工作者这个称呼吗？我知道错了。好在你这件事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后果，你走吧，回去躺在床上好好想想自己这份工作的意义何在。打发了王信义，办公室恢复安静。任长青又看向了手机直播画面里和球球玩闹的秦轩。秦轩啊，秦轩，你说的的确不假，但是孩子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想要快速改变一些家长的思想也不可能。看来我们应该见上一见了。关上手机，任长青靠在办公椅上，大脑里和秦轩见面的想法越发的浓烈。与此同时，张健也带着萌萌来到了自己所在的公司，拿起拖把开始拖地，一边湿一边干。等他忙完了一切，距离上班还有10分钟的时间。萌萌，你长大了要像爸爸一样，眼里要有活，尤其是一些能让所有人都受益的活，你要多干一些，这样大家才会更喜欢你。这不纯属吃饱撑的，不是你的事情你干什么？讨好型人格吗？这是做给老板看的吧？刚才他拖地的时候总是看监控。现在的年轻人是怎么了？多做那点事情能累死吗？现在的年轻人是越来越自私了，一点亏都不能吃，尤其是00后，动不动就摆烂，一点老辈人的传统美德都不学。楼上的张健勤劳无私，那他怎么不去把大街上的垃圾收拾了？怎么就只收拾摄像头下面的办公室呢？那个说00自私的老邓，你清高，打雷先把你劈焦。弹幕争吵的时间里，张健的老板和同事也都陆续赶到了公司。张健还得是你这一来上班，整个公司都焕然一新了。举手之劳都是我该做的。不管是谁来夸自己，张健都会笑呵呵地回应一句。而每当有人夸萌萌乖巧漂亮时，张健则会说上一些萌萌淘气、不听话之类的缺点，以表谦虚。不过张健没注意到的是，他说完一句萌萌的缺点后，萌萌眼底的失望和伤心就浓重一分。张健，你现在忙吗？我有个事情想要你帮个忙。什么事？你说。其实我也不想麻烦你的，不过我手里正好拍下来一个设计稿，还要去实地采集一些信息，我这几天正好用。说着，女人揉揉自己的小腹，脸上升起一抹痛苦。交给我好了，你赶紧回去歇着吧，要不要我给你打杯热水？不用，你刚刚打的热水我还没喝完。那张健，这个就辛苦你了。说着，将手里的设计稿放在张健的桌子上，那女人也就转身离开了。等人走后，张健这才拿起了那张设计稿看了看。龙州军艇，原来是那个卖得很不好的楼盘。走，萌萌，爸爸带你去这个楼盘实地考察去。好。萌萌跟着张健朝着外面走去，只是在路过刚刚那个求张健帮忙的女人身边后，萌萌的小脸就爬上了一丝疑惑。爸爸，那个找你帮忙的大姐姐好像在看电视剧呢，她不是说不舒服吗？听到萌萌的话，张健看了一眼，萌萌并没有看错，那个女人的确是正在追剧。不过张健并没有去质问，他甚至加快了步伐，有点怕那个女人看到他和萌萌一样。来到办公室外面，张健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压低声音嘱咐道：萌萌，爸爸不是说过要做助人为乐的人吗？就算那个大姐姐并没有不舒服，我帮她做点事情也没什么，同事之间就是要互相帮助的。可为什么都是爸爸帮助别人了，没人来帮爸爸呢？他只有5岁，但已经是地产公司销售冠军，就连建在墓地里的房子，他一天也能卖出10几套。球球，今天你是销售，爸爸去样板间睡觉，你替爸爸卖房。
秦轩看着装修的很是温馨的样板间，实在是有些走不动了。他把手上的销售牌挂在球球的脖子上，球球倒是挺配合，销售牌一挂，立马就吆喝着朝销售大厅跑去。妈妈，我要买房子，买大的，一套够不够了？妈妈，妈妈真好。你是去跟着拍球球，还是陪我睡会？等跟拍大哥追上球球的时候，小丫头的目光已经被售楼部外的几个人吸引了，而且小拳头越握越紧，脸上的怒气也在快速飙升。跟拍大哥也顺着球球的视线看去，只见售楼部外几个小孩正围着一个老人蹦蹦跳跳的笑着，而老人则是摔倒在地上，身上的背篓也掉落一旁。有几个年龄偏大一些的孩子把老人背篓里的东西掏出来，又嫌弃的丢在地上。老人挣扎着想爬起来，却又被一个孩子推倒在地。啧啧，这就是龙国未来的希望，这就是所谓的祖国的花朵。就算是不接受任何的教育，正常的孩子也不会随便去欺负一个老人吧？看得我血压飙升，不行，我要过去阻止他们。别冲动，那老人已经躺在地上了，你扶了额上，你怎么办？冷静，一定要冷静，这年头好人难当。住手，不许欺负那个老人。突如其来的怒吼吓了所有人一跳，下一秒球球已经从售楼部冲了出去。看到这一幕，直播间里所有的观众都惊呼了起来。球球是球球，我的天，没想到遇到这种不平事，竟然是一个5岁的小孩最先站出来。弹幕横飞间，球球也已经来到了老人的不远处，那些一直在售楼部观望的人也都跟了出来，而那几个欺负老人的小孩在看到球球带着一群人冲过来后都愣在了原地。你们在干什么？都闪开！老爷爷，你没事吧？我扶你起来。赶紧叫救护车！球球，你什么时候换的新手机啊？还是华为 Mate 60 Pro？ 这是我在视频左下角免费领的，除了华为，还有苹果15 Pro 可以领呢，不少人都领到了，你们要是喜欢也去领一个。可我听说左下角都是骗人助力的。不是骗人的。你好球球，我们合作的1万台华为 Mate 60 Pro 和苹果15 Pro 已经打包好放左下角了，看到您这条视频的粉丝都能参与哦。再帮我加1万台 iPad Pro 呗。好的，加上了。左下角来真的呀？具体怎么领呢？你直接进我左下角是全新内部链接，上线就能看到手机领取页面，随便升级，苹果华为配套24小时送到家。好，我也去试试。你是谁？为什么多管闲事？我叫球球。你们为什么要欺负这个老爷爷？你们的爸妈没有教过你们要尊老爱幼吗？球球是真生气了，说话的时候小拳头握得紧紧的。也在这个时候，一辆轿车和一辆电动车几乎是同一时间也来到了这里。爸爸，前面那个小女孩是球球吗？她好像是和别人发生争执了，我们要去帮她吗？那个人确实是球球，不过我们还有事情要忙。话落，张健的车子直接从球球旁边驶过，在他后边已经成功黄袍加身，且餐餐大鱼大肉相伴的陈峰骑着小电驴也来到了这里。爸爸，那是球球，他好像是有麻烦了。你们干什么？想要欺负我球球姐吗？没有，他们没欺负我，但是他们欺负这个老爷爷了。这么多人竟然欺负一个老爷爷，真是太过分了。陈子涵听了球球的话，在看向那几个小男孩的时候，目光里的厌恶更多了几分。不过还不等她们小姐妹在质问什么，那几个欺负老人的小孩互相给了一个眼神，然后撒腿就跑，只是几个呼吸便跑得无影无踪了。喂，你们还没有给老爷爷道歉呢。老爷爷你没事吧？他们弄疼你了吗？球球姐她笑了，她没事。陈子涵凑近了球球耳语，不过球球此时的目光却是落在了老人空荡荡的左臂袖子。他发现这老爷爷竟然还是一个只有一条胳膊的残疾人。一瞬间，球球的眼睛里就含满了泪水。老爷爷，你快回家吧，你的妈妈要是知道你被人欺负了，肯定会很心疼的。一句话直接触动了在场不少人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不过老人还是没说话，他笑着挥挥手便离开了，淡然从容，还始终都面带微笑，就好像刚刚被几个熊孩子戏弄的不是他一样。与此同时，演播厅里李菁做了一个深呼吸，拿起了面前的话筒。看到了吗？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当古诗照进现实，这是多么的讽刺。也由此可见，除了文化教育之外，思想道德的教育是有多么的重要。并且对刚才的一幕，我感到可悲，也感到可喜。可悲的是，那些大人自己都不站出来，他们也就自然不会教育自己的孩子站出来。可喜的是，球球站出来了，秦轩带出来的娃真的很棒。一番话说完，坐在不远处的主持人小倪和育儿专家周璐齐齐地看向了他。因为节目从第一天开播，李菁就一直在说秦轩是反面教材。看什么？我一向都是对事不对人的，
我又不是跟秦轩有仇，他做得好，我还不能夸夸了。而售楼部这边，当球球与陈子涵玩得正嗨时，陈峰却蹦了起来。我去，我还有一单外卖没送呢。涵涵，你跟球球玩，爸爸去送餐。我终于知道我妈妈为啥说别人上班都是挣钱，而我爸爸上班还往里搭钱了，挣的都不够罚的。球球姐，你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啊？以前就卖房子吗？不是，我爸爸以前都没有出去上班的，他就是在家打打游戏，还有弄一些很酷的假人。我爸爸说那叫手办。哇，你的爸爸真厉害。其实你爸爸也很厉害的，他做的饭简直是无敌好吃。球球的夸奖是发自真心的，这不由得让陈子涵的脸上升起一抹小得意。告诉你个秘密，我爸爸能追上我的妈妈，完全就是靠的他那一手好厨艺，外加不要脸的精神。两个小丫头聊得那叫一个开心，而走出售楼部的陈峰此刻却是满脸羡慕的看着一个从豪车里走下来的中年男人。你好，请问一下球球小朋友在里面吗？在，你找他有事吗？男人听到陈峰的回答，微微一笑，便走向了售楼部。刚进去，男人的目光便一下子落在了正和陈子涵聊得兴起的球球身上。你是叫球球吗？你找我球球姐做什么？我长得很像是坏人吗？你是这里的销售吗？是的，我正在体验爸爸的职业，他今天是个房屋销售，所以今天我也是个销售。今天是个房屋销售，他还一天一个职业吗？既然你是销售，那我可以请你带我看看这里的房子吗？这位先生，您要买房的话，我可以带您去看的。他一个小孩子，什么都不懂的。好不好？好吧，那我就带你转转。涵涵，我要去工作了，你也跟着你爸爸继续工作吧。陈子涵点头。不过就在球球要带着男人去看房的时候，陈峰却是紧张地追了上来。球球，10个房产销售都没卖出去一套房子，5岁女孩却只用一句话就卖出了50套。其实这里以前是一片坟地。你是怎么知道的？把我抱起来。看见那座山了吗？其实山上是一个墓园，变成猩猩的人都住在那个里面。你要是在这里买了房，等你变成猩猩之后，你也可以住进去哦。好好的买个房，怎么给我安排进墓园了？那这里距离墓园这么近，又是一片坟地，要是我在这里买了房，晚上害怕怎么办？为什么要害怕？你不害怕吗？不怕，我爸爸说变成猩猩不可怕，变成猩猩的人也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被人遗忘。只要不被遗忘，那些变成猩猩的人就会永远陪在心里，牵挂他的人身边。如果我爸爸变成了猩猩的话，我肯定是希望可以离他近一些啊，就像这样，我可以在窗边看到他，他也可以在山上看见我。叔叔，你不希望离你的亲人近一点吗？男人的心忽然狠狠地被揪了一下，再看向球球时已经是热泪盈眶。球球，谢谢你，我懂了。懂了吗？懂了。那你既然懂了，这房子你买不？买，我肯定买。不过你可以跟我出去一趟吗？我叫苏木，这是我的名片。还有，你上一集帮助的那个老爷爷是我的爸爸。苏木，他就是那个白手起家，挣下1万资产的牧羊贸易的总裁。跟他走啊，球球。他不叫苏木，他叫宋才童子。原来那个老爷爷是你的爸爸，你能带我去看看他吗？当然可以，我现在就带你去找他。苏木见球球同意，伸手就拉住了球球的小手。不过这一幕可惊呆了直播间的观众。这就跟陌生人走了？秦轩没教过球球不能随便跟陌生人离开吗？秦轩了，这也太不负责了吧！球球要是丢了怎么办？我更好奇的是，苏木到底懂什么了？他刚刚又哭又笑的，肯定是在球球的话里悟到了什么。球球，你就不怕我是坏人吗？全国直播，坏人没这么傻的吧？你好像很有钱的样子，那你的爸爸为什么还要出来捡瓶子？是你对他不好吗？不，我对他很好，只是这种好是我以为的好。小时候家里穷，总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不过那时候我特别快乐，因为我有个疼我的爸爸，爱我的妈妈，我们的生活也在慢慢变好。慢慢的，我们能吃饱了，我还上了学。但是在一天夜里，随着一道极光照亮了夜空，大地开始震颤，一切美好都被打碎了。发生什么了？我只记得我们一家3口被一块楼板压住了，我跟妈妈分别被压在了楼板的2头，爸爸的一只胳膊被压在了楼板的中间。当时他的胳膊还没彻底断开，但为了救我跟妈妈，他生生把还连着的皮肉扯断了。可他太过瘦小了，他掀不动楼板。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我爸爸哭得像个无助的孩子。当救援人员赶来，看到我跟我妈妈的情况之后，所有人的脸上都满是凝重。他们跟我爸爸商量好久，
再后来，我被救了出来，可我再也没见过我的妈妈。之后的日子，她起早贪黑，用仅剩下的一只手挣钱，把我养大成人。那后来呢？再后来，我挣钱了，把我爸爸接到魔都市最好的别墅区，我带着他到处玩，到处享受。直到有一天，他说想回乡下，我以为他是舍不得乡下那几亩地、那几间房，我就不许他回去。他就跟我生气，开始玩失踪。可听了你的话，我才知道他真正在乎的是我的妈妈，他是想离我的妈妈近一些。说到最后，苏木哽咽，泪水再次涌了上来。放他回家吧，让他回去守护他的星星。老婆和儿子选一个，他爸爸肯定愧疚极了。救命啊！我是来看直播找快乐的，怎么好好的给我喂了一嘴的刀子？哭了出来。苏木的心情好多了，他拿着球球递给他的小手帕，微微一笑说道：这个可以送给我吗？我以后再哭的话就用它擦泪。没问题，不过你可不要用它来擦鼻涕泡泡哦。好吧，虽然已经一把年纪了，不过有时候还真的会有泡泡。收起手帕，苏木紧接着就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李秘书，公司最近不是要订购50套员工福利房吗？不用选了，龙舟军庭就挺好。另外签合同的时候透露一下，我们后续还有继续添置房产的计划，并且指明只和秦轩对接。明白了，苏总。不是说好找我买房吗？怎么让人去找我爸爸了？合同是要签名的，球球会写自己的名字吗？我会写秦字，格球我还没学会，不过不会写的字不是可以用林蛋代替吗？那可不行，那样的话你就要改名叫蛋蛋了，比起来还是球球更可爱一些。嗨，名字就是一个代号而已，叫蛋蛋也没事，挣钱嘛，不寒碜。小大人的模样逗得苏木哈哈大笑。也在此时，苏木的贴身秘书童瑶已经来到了龙舟军庭售楼部。你好，请问一下秦轩在什么地方？这个不清楚。那能麻烦你把你们这里的最高管事请出来吗？我有些事情需要和你们领导层商议。您稍等。爸爸，你要是这样的话，我就要跟妈妈告状了。你看就看呗，流口水是什么意思？错了，你可千万别告诉你妈。晚了，全国直播。姐姐，我知道球球姐的爸爸在什么地方。球球的爸爸是？就是你要找的秦轩。那你可以带我去找他吗？ OK， 跟我来。球球姐的爸爸就在这个房间里睡觉呢。睡觉？童瑶一愣，轻轻推开房门，只见秦轩躺在床上睡得无比香甜。也就在这个时候，前台带着蓉姐也赶到了。不过当她看到了躺在样板间里睡觉的秦轩时，心里瞬间升起一股怒气。让他睡吧，我们去那边聊。什么？直接全款购房50套，而且后续还会有购房计划？对，不过我们只跟秦轩一个人对接签合同。他狠狠一脚踹在老板脸上，老板不但不生气，反而揉了揉男人的脚。疼不疼啊？渴了吗？饿不？龙舟军庭的销售待遇这么好吗？我早就看出来你是个大福星了，果不其然，你睡个觉都能卖出去50套房。走，跟我去见客户，人家指定要找你买房呢。不等秦轩反应过来，蓉姐拉着他就往外走。来到办公室，童瑶见到秦轩后就恭恭敬敬地阐述了苏木的吩咐。有没有一种可能，你找错人了？我不认识苏木，我也不知道什么牧羊猫。话说了一半，秦轩忽然想到了什么，连忙拿出手机打开了父爱如山的直播。只见直播画面中，球球正在问一个中年男人把大象装进冰箱需要几步。随后秦轩看了一会直播间的弹幕，总算是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好家伙，我就睡一觉，没想到球球竟然搞出了这么大的动静出来，不愧是我的闺女。秦先生，我们可以走程序了吗？走，该走什么走什么。一切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而此刻魔都的一家5星级大酒店里，一场热闹非凡的派对却随着一人的惊呼瞬间安静。所有人齐齐拿出手机。宁哥怎么成第二了？原来他们都是魔都的房产销售，而这场派对就是为了庆祝那个叫宁哥的夺下了单月全国房屋销冠。秦轩这个名字在销售榜前10吗？怎么就一下子成了销售榜第1了？不在，之前销售榜上就没有秦轩这个名字。那他这一下卖了多少房？别说了，宁哥的脸都绿了。不对劲，魔都有点人脉的销售我都认识，这个秦轩我根本就没听说过，而且之前销售榜第10的人跟我相差了有将近7000万的销售额，这个秦轩一举超过前10夺得第1，那也就意味着他的销售额要在半个小时过亿才行，这里面肯定有猫腻。会不会是系统错误了？不行，我得打个电话问问数据中心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宁哥，你怎么又买手机了？买什么呀？这是我在左下角领的华为 Mate 60 Pro， 除了华为我还领了一台苹果15 Pro Max 和 iPad Pro 呢。你那左下角我去过，都显示领完了。你等着。
左下角的库存没了，还能加吗？可以的，新加的1万台华为 Mate 60 Pro 和苹果15 Pro Max 都打包好放左下角了，只要看到视频的粉丝都能参与。再帮我加1万台 iPad Pro 呗。好的，加上了。具体怎么领呢？你直接进入左下角内部链接下载注册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了，随便升级，完成活动，手机平板轻松到手，填个地址就发货了。升级困难吗？我左下角是内部极速链接，挂机都能升级，我当时只用了2天就领到手机了，首充8元，拿下满街神装和神级坐骑，一键清空商城，3天就能飙升上千级，苹果华为秒发货。行，我现在就去试试。这是官方数据，而且数据中心的人应该也很惊讶，他们肯定会第一时间核查的。如果是错的，现在也该被修正了。高高兴兴的一顿饭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弄得有些扫兴，许泰宁更是盯着手机，一次次的刷新，也将他的希望一次次撕裂。终于许泰宁认了。走吧，别愣着了，去唱歌。怎么没拿到销冠？的确可惜。不过我这9800万的销售额可是实实在在的，提成也打到卡上了，带兄弟们 happy 一下，我还是舍得的。说完，许泰宁哈哈一笑，众人也跟着笑。不过谁都能看出许泰宁是在故作轻松，毕竟之前大家都确定了销冠非他莫属，现在突发变故，换谁都会心里不好受。宁哥，我刚才了解了一下，你知道你跟秦轩比差在哪里吗？差在什么地方？差了一个女儿。那些房子不是秦轩卖出去的，而是他5岁的女儿卖出去的。你看。许泰宁盯着手机足足看了10几分钟后，流下了羡慕的泪水。躺赢，纯靠娃躺赢。我卖个房都是求爷爷告奶奶的，就怕人家一个不痛快不买了。他这倒好，把销售牌往女儿脖子上一套，自己睡觉去了，再睁眼直接成交50套房子，没得比，真就没得比。与此同时，身在龙舟军庭的秦轩手机嗡嗡作响，1132万的销售提成到账，并且因为童谣阐述了后续牧羊贸易还会在龙舟军庭大量购房，且只和秦轩对接，所以秦轩直接享受起龙舟军庭顶级销售的待遇，平时不需要上班打卡，每个月还有1万的基本工资到账。不过跟秦轩这边的欢声笑语比，跟着爸爸采集龙舟军庭照片的萌萌心情明显不太好。怎么了，萌萌？爸爸，你说要乐于助人，可为什么22集的时候看到球球需要帮忙你不管呢？你没有看到当时球球的身后跟着那么多的人吗？他要是需要帮助的话，其他人是会帮他的。我们当时不是也有事吗？那找我们帮忙的那个大姐姐就不能找别人帮忙吗？为什么非要找你？你能帮她，为什么不能帮球球？张健被问得哑口无言，轻轻吸了一口气，在看向萌萌的时候，脸上多了几分严肃。有些问题现在你是搞不懂的，等你长大了就会懂了。我懂，你说的乐于助人，其实是指帮对自己有用的人，对吗？尖锐的刹车声响起，张健把车停在了路边，一脸震惊地看着萌萌。你怎么能这么说爸爸呢？从到了公司，你就开始扫地、拖地，给饮水机换水，又忙着给别人打热水，还帮别人干那些不属于你的工作。那么多人你都帮，怎么就不能停车帮一下球球？够了，既然你懂那么多，那我就告诉你，我那不是乐于助人，我那是畸形变位的人情世故。可我这样还不是为了你，为了这个家。没工作，我哪来的钱送你读书，给你买画板、买颜料？没工作，我拿什么还房贷、还车贷？你以为钱是大风刮来的吗？你以为爸爸就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吗？可我有什么办法？被自己的闺女那样不理解，那样指责，他感觉心都碎了。可一旁萌萌却傻了。我就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爸爸为什么这么激动？认错吧，只要认错，爸爸就不生气了。爸爸对不起，萌萌知道错了。在萌萌认错之后，张健脸上的怒气瞬间消散了不少。萌萌，你一定要好好学习，这样才不会像爸爸这样憋屈，也不用像你妈妈那样起早贪黑打螺丝。你要成为人上人，知道吗？我会的。萌萌真乖，爸爸没白疼你。走，咱们先回公司。父女俩又都露出了微笑。回到公司后，张健好好整理了一下，心情才挂着一张笑脸走进了集体办公室。会龙舟军田的实拍照片我都拍完了，一会发给你。这是设计稿，我简单的做了一个方案，你可以当做参考。他只是给了女儿一个硬币，不料女儿竟从硬币中悟出了连育儿专家都震惊的人生哲学。接上集，球球帮秦轩卖出了50套房子，可当他兴高采烈的去找秦轩分钱时，秦轩却说：“分啥钱？卖房的钱呢？”球球，你知道我们卖出去的房有多少提成吗？爸爸来告诉你好了，我们拿到的提成有1000万。球球虽然对数字没什么概念，不过1000万他听起来就知道。那你要给我多少？球球，这里就是1000万，这上面0和1你是分得清的吧？爸爸问你，0多还是1多？当然
然是1多了，0就是没有的意思。爸爸，你就别问我小班的问题了。哈哈，行，这学没白上。你看，这里面就只有一个1，剩下都是0，爸爸就把这个1分给你好不好？这样的话，爸爸不就只剩一堆0了吗？没事，你是爸爸的闺女嘛，爸爸本来就该让着你的。来，给你。哇！钱分完了，开心吗？开心，爸爸你真好。球球举着钢镚，心里是无比的感动，而不远处的跟拍大哥却傻了。1000万就给人孩子分了1块钱，还让人孩子感恩戴德。爸爸不对劲呀！没有这个1，那1000万不就没意义了吗？当然了，没有了这个1，那些0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就比如说一个人有钱有权，可一切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0，而他自己就是这个1，一旦这个1倒下了，他就是拥有再多的0也没有任何意义了，懂吗？懂了，每个人都是自己的1，拥有一样东西就相当于多了一个0，可只要这个1没了，就算拥有再多的0也是没意义的。所以不管拥有多少0，我们最先做的是不让1倒下，对吗？听到球球的话，跟拍大哥当场愣住，直播间里的观众更是被深深震撼。还真是这么个理，人就是1，挣1万就多一个0，就算你挣1000万，1个亿，只要那个1没了，挣再多钱也没用了。无论不管干什么，不管想要什么，我们最先要做的就是照顾好那个1。你现在还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吗？没了，我只要有了1，以后就能有好多好多0，比1000万还多。真棒！球球笑着把那一个钢镚像宝贝一样装进了口袋。不过有人洗，有人背，90后奶爸陈峰现在就有点笑不出来了。安安，你快给姥姥姥爷打电话，就说想他们了，让他们赶紧来看你。咋了？我妈妈又要进入暴走状态了吗？你还记得中午那个找球球爸爸的美女姐姐吗？我当时不是多看了2眼吗？估计是你妈妈知道这事儿了。我就说你看就看呗，流什么口水？乖宝，爸爸平时最疼你了，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哇，手机。哟，涵涵怎么哭了？姥爷，我没事，我就是想你跟我姥姥了，你们不用担心的，我哭1下午就好了。别哭别哭，不就是想姥姥姥爷了吗？你等着，我跟你姥马上就到，然后带你去逛超市。好，那我们一会见，姥爷再见。搞定。棒呆了我的娃，走回家。也幸亏陈峰找来了自家老婆的生产厂家，在老两口软硬兼施的手段下，陈峰总算是得以苟活于世。不过陈峰也因为看美女流口水事件被罚睡3天客厅，而张健这边在离开公司的时候又把地拖了一遍，萌萌全程跟着帮着张健做一些他力所能及的小事。不过张健没有发现的是，自从下午回公司的途中对萌萌吼了几嗓子之后，萌萌就再也没说过话，他就那么练字帖做算题卡，看着女儿这么努力，张健很是欣慰，甚至在回家的时候还一时兴起给萌萌买了一个他很喜欢的公仔玩偶。只是当张健要结账的时候，萌萌却拿起那个玩偶递还给了收银员。阿姨，这个我不要了，就别算钱了。你之前不是总说想要一个这种玩偶吗？爸爸妈妈挣钱不容易，我不想再给你们增加负担。阿姨，这个麻烦你放回去吧。这闺女可太懂事了，你是怎么教育的孩子呀？这么小就知道节俭。懂事什么呀？平时可不让人省心了。哈哈哈！张健谦虚了一句，然后扫码付款。萌萌的眼睛没在那个玩偶上多停留1秒，他就那么跟在张健后面走着，手里还帮着张健提着一些刚买的日用品。不过没走多远，张健手里装水果的手提袋忽然断裂，水果洒了一地。真是越怕什么就越是来什么，我就感觉这小袋子承受不住这么多水果的压力。看看，还真没事，换个更结实的袋子就好了。张健啊张健，水果可以捡，袋子可以换，但是女儿只有一个呀，你就不怕给她的压力太大？她会和这个袋子一样吗？你在这里等一下爸爸，我回超市再要一个袋子去。大姐，那个玩偶不用放回去了，我买了，再给我拿2个包装袋吧，我多给你扫5毛钱过去。扫什么呀？2个塑料袋又不值钱，拿去用好了。他虽然大方，可张健还是多扫了钱过去。就在张健转身离开时，售货员大姐拿起一根棒棒糖就塞到了张健的手里。这糖可甜了，给孩子吃。谢谢大姐。从超市出来，张健快步走向萌萌。当萌萌接过张健手里的玩偶，笑得跟花儿一样绚丽，张健没多说什么，又掏出了售货员大姐送的棒棒糖，递向了萌萌。糖？爸爸，你不是说吃糖会蛀牙吗？我想偶尔吃一次也没什么问题，你说对吗？对。萌萌开心地接过他人生中的第1颗糖，张健也又把东西重新装进袋子。这一次他并没有让萌萌提任何东西，萌萌就那么抱着玩偶，吃着糖，蹦蹦跳跳地跟在他的身边。爸爸，要不我还是帮你提一点吧？不用，爸爸的手被勒疼了，下次就不敢再买这么多东西了。是啊，那个袋子都因为东西太多，压力太大，被压迫了。
这次就让我好好长个记性。袋子破裂，水果洒落一地，可男人不仅没去捡，反而闭上了眼睛。原来他对女儿非常苛刻，甚至连一个糖果都没给女儿买过。而当袋子因承受不了水果重量破开的那一刻，他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我放了太多的压力给他，根本就没考虑他能不能承受得住。袋子烂了可以换，可我们的萌萌只有一个，我必须要做出改变了。张健说出了内心的想法，而方静早已热泪盈眶。身为萌萌的妈妈，她最清楚萌萌这2年的变化。因为以前家里每天都能听见萌萌的笑，可她自从上了幼儿园，她脸上的笑逐渐消失了，甚至都不敢与别人对视。现在听到张健的话，她知道自己那个爱笑的女儿又要回来了。对了，